那欢迎来到我为死万物上市的频道。那今天我们要来采访一个很特别的人物，那就是 Moto， 嘿嘿，来跟大家镜头讲。大家好，我是 Moto。耶，我们就叫他 Bing。好 ，OK 吧，没问题。OK。那 Bing他其实做了一件很少人会去想象过的事情，对台湾人而言，就是去骑车横跨欧亚大陆。那你是从哪里骑到哪里，用什么样的工具和内容，还是什么车之类的？我是在马来西亚买一台摩托车，然后花了14个月，骑了5万公里到英国伦敦。到英国伦敦，所以你跨了那个海，然后你是从东亚的最边边，然后骑到西欧，然后算可以这么说哦。粗略来说是这样，没有错。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然后你为了做什么？然后你本来就是车友这样子。对，你现在也其实说真的，你也不算是吗？就是你不认为你是玩车的那个族群，而是你是为了目标而去用这些工具和内容达成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这样说是正确，因为我是怎么讲？我在台湾出生长大到26岁，我都是骑速克达。然后后来我去新加坡工作，然后我开始去国外东南亚租车骑，然后我发现要租到一台速克达其实有难度哦，大部分都还是骑挡车。我玩2车，他们那种。对，玩2就是半自动离合。对，没有拉杆，但是它要换挡的东西。对。所以我那时候发现，如果我真的要在东南亚各国骑车，需要去学挡车。所以我在2024年的时候去考了那个台湾考一个重型机车驾照，然后去拿一个国际驾照，然后就去辽国租了2个礼拜的车，摩托车。辽国，对。然后你就在那边开始骑车，你是有点先预热这个旅程吗？其实不是，因为我原本没有这个旅程，是我那时候只想找一个类似很偏远落后的地方，去探索那个一个地方。我想远离文明的地方。哦。然后我就租了那台车，然后我就2个礼拜我去了，就是很偏乡啊山区。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租一台。它算是越野摩托车 ，Honda XR250。哦，就是说很经典的 XR， 台湾人都叫 XR。对 XR。然后那时候就去了很多观光客、一般背包客比较难到达的地方，就是需要越野摩托车。对，那时候算是一个种子，它让我想说，我那一次的经历，我看到很多一个当地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也有在那边背包客，但和我骑摩托车看的东西不一样。然后还有当地人的互动，会在你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跟他们互动会有更多的连接。那我那时候就刚好有看到，因为我在那时候在新加坡嘛，其实他们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人摩旅的文化是从新加坡、马来西亚骑到欧洲。我不能说很多啦，就是很多人在，我不能说很多，但是每年总会有一些人在做这些事情。对，那时候我就想，他们可以做，那我应该也可以做。那我想把这件事情在辽国的这些体验、旅行风格放到骑更长更远哦，在每个国家都体验这种事情。所以你是在一个因缘际会巧合之下启发，但是也是一些全世界有在做这种跨国旅游的前辈做的事情，让你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你想做的。对，出发点是我那次辽国的旅行，让我看到，摩托车可以用不同的视角看世界。具体来说就是，如果我是一个观光客，我会去一个地区热门的地方打卡，然后看它很热门的东西。对，我是背包客，我就会去一些背包客城镇，可能比观光客更远一点，但我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东西。对，那如果是摩托车，它又可以比我在过去当观光客、背包客的时候看到更深入当地的东西。所以摩托车是一个你探索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好的载体，你觉得？对，我想要探索世界，然后摩托车是个载体，然后我想要探索很长很久，看得更多。那我就想，那总要有一个目标吧。对。那我那时候人在新加坡，那想说，那我就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那我重点就骑到欧洲。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是朝着你人生必须得做的一个目标前进。你一开始可能是很潜意识的，
可能想做一件事情，但没有太多的方向和太多的想法。但是随着你去辽国之后，你看到了一些人他用摩托车去更远的地方，所以你知道了有这条路可以前进，而也有能力可以完成，所以你去做这件事情。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你并不是一个摩托车骑士，或是我们台湾人讲的车友，我觉得是像这样子。我应该不是个车友，因为在这趟旅程之前，我没有自己的摩托车，我骑我爸的苏克达，我也不会骑打档车。那因为我想要那时候的辽国之旅，我去学考大型重机驾照。你只是为了国际驾照交换而已。也要学会怎么使用打档车，因为我完全不会，我也没有骑白牌档车的经验。等于是驾训班，他可以给我个国际驾照，然后我也可以刚好学怎么骑。对。所以在台湾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一般的年轻人。对，然后去了国外工作，然后还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台湾的时候，你并没有玩摩托车，你也不是什么车友，你也不懂摩托车，甚至也没有特别去想说我要骑摩托车为乐这件事情，就把它当做代步工具，跟很多大部分的在台湾生活的人差不多，因为我就是骑一台125cc，我也不管什么刹车油什么，就是它零件什么我不想管。然后我知道，反正我爸跟我说要去换机油，然后什么要保养就弄一弄，所以我就生活琐事而已。对，我顶多我算喜欢骑，所以我每年会从桃园台北骑到武岭。就或是骑到太鲁阁峡谷，就对我来说就算长途摩旅，然后2天1夜、3天2夜。我更早以前有环过一次岛，对，但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基线。对，然后我在这趟跨国摩旅之前，我也没有拥有过任何档车，或拥有过任何摩托车，不是，就是把一台摩托车当做你生活重心的那种感觉，完全没有。所以你算是一个超屌的人，就是你从一个原本不懂的人，或是把摩托车单纯当代步工具，或者是偶尔就是你要去完成，你要去武岭的时候会跟大部分大学生去骑一骑。可是你到了国外才开始知道说，好，我去辽国你骑了 XR250，然后你现在想要完成跨欧亚这件事情，然后你去选择你要什么车种，你要什么配备，对，需要什么知识。那时候我才开始研究怎么样的摩托车可以让我完成这个目标。那时候我才真的研究摩托车，然后我当然研究，我有比较很多车款，然后最后我就回台湾，我租了2台车，租了 CRF300L， 还有Yamaha Ténéré 700。所以我在买这台车的骑乘经验就是我租了这2台车，然后我试一下，好像都可以在公路上驾驭，没问题，完成你要做的事情。对，那为什么最后是选 Ténéré 700而不是 CRF300？那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法，就是我第一次买车就想要买大一点、帅一点。也是啦，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很懂，就是跨国摩旅会遇到什么很尖刻的事情。那你如果再选一次，你会选哪一台？我觉得可能还是同一台，可能还是会同一台 Ténéré 700。CRF300是一定比较轻的，对吧？对，那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怎么讲，我也很挣扎，因为你如果想要去骑一些更险恶的地方，你需要一台轻一点的。对，如果更险恶的地方，我就不会选 Ténéré 700。对，但你其实主要还是横跨欧亚大陆，所以 Ténéré 700其实还是算一个不错的选择。应该说高速的时候和真的遇到一些比较昂路的时候，它会比 CRF300来的更容易打。对，就是你假如说今天你这一天你有时间压力，你要从一个单抗去骑到另外一个单抗的时候，你骑 Ténéré 700，然后它是昂路的时候，骑 Ténéré 700压力不会那么大，因为 CRF300超过100的时候，那个转速要拉很高，那就会比较容易疲累啊。我觉得是这样子。我应该这么说，你讲没有错。我这趟是用14个月嘛，但如果我要用再给我重来一次，我可能用20个月、26个月，就是我在每个国家待更久，然后我更去像你讲的去险恶的环境、地形，那我可能就会选比较小的车。如果我在有一个时间限制下，有时候常常需要你讲，就是我要从一个 A 点到 B 点，一天可能要骑400公里、500公里，对，那就要上高速公路，那 Ténéré 700会是比较一个好的摩托车，一定是。那你成为一个完全不懂的人，然后跨国摩旅要做很多自己要克服的事情，就是你必须懂机油和刹车油啊，然后一些部件的更换啊，就是轮胎更换你可能也要了解。
对，但对你来讲就是你从一个，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你从考到国际驾照开始学骑挡车到从马来西亚正式出发，大概花多久？你的前置准备期？我大概6到9个月，大概6到9个月，差不多。6到9年那还蛮久，但是6到9个月真的是6到9个月，就你就只是为那个目标，然后就直接一路走到底，然后学任要学的，准备任要准备的。对，算是我那时候在新加坡嘛，然后我也没有，我聊过完结束就继续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在新加坡，我就每天去 Google。我一开始是说好我要什么摩托车，我有比较4-5台摩托车，然后后来比较，我知道我要什么，那我就是找出4-5台后理想车型，然后好我选，那时候我就开始研究，一个摩托车，像做这种旅程，可以不用怎么懂，但一定要会看一个零件的损耗程度。对，没错。我可以不用会修，但我要知道看，然后我一个时间要拿去给人家弄。OK， 好。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像你讲，一个零件损耗程度，就是说我刹车皮什么时候该换，我链条什么时候该换，调整后换。对，然后刹车油的颜色什么时候该换，然后机油多大多小，然后就是一种损耗部件，我要知道它现在是损耗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换。不是想换而换，而是需要换。这种旅中需要换，需要去观察，需要去管理，需要换而去换。对，因为这跟好，假如说我们住在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定期回地方不一样，因为有时候我到不同国家，这台车可能没有贩售，我要提前准备零件，在其他国家提前准备零件，然后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处理大型摩托车的经验，可能要到下一个国家，或者说有些东西我甚至可以自己弄，比如说换刹车，换刹车皮，对，所以这些是我要了解，然后因为像印度、尼泊尔他没有卖 Ténéré 700，辽国也没有卖，然后伊拉克也没有卖，对，所以我在这些国家我的维修更换会比较有难度一点，不是不行做到，所以我要提前的准备，所以我就去看他的一些owner manual 车主手册，对 owner manual，然后还有另一个手叫做维修手册，对，没错，这懂了一些。你在这6个月到9个月懂了很多台湾人玩了车好几年都不懂的东西，也没有特别去研究的东西。对啊，就是如果台湾车，我可能也不会就把车送去就给他弄，给经销商，给第二就是。对，那我就至少基本的我要懂。你说复杂的什么引擎，什么那个可能没有办法了。对，那个我就不会想处理，也没有那个工具知识，没有那个能力去处理啦。我觉得这种对。所以你就在这6个月、9个月开始规划好了这一些，然后预先想好了可能会有的状况，然后再出发。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到出发的旅程的本身了，就是你一开始从马来西亚出发嘛，马来西亚可能你在马来西亚直接买一台当地想要买一台全新的Ténéré 700，对，然后一开始要先解决什么？第一个是你出去之后，你的车子能不能继续骑？车牌和对当地政府、各国政府来讲，就是要登记的嘛，或者是对。那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的是我要走什么路线，对，这个是一个主题。然后像你讲，第二个是这个车要怎么跨境，然后我要在哪里买。那时候我那时候在新加坡工作嘛，我就研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然后柬埔寨我也看了，越南我也看了，就是你的出发点可以是这些其中之一的，对。对，然后我主要看的点是哪个地方外国人适合买车，还有第二个是它手续方不方便，对。然后第三个是这台车是要我的名字，它不能是就是任何一个别人的代打的那种，这样会让我在跨国边境的时候，因为还要对你的 passport 和你的对，还有车籍证件、摩托车保险会比较容易。然后我最后研究下来是泰国、马来西亚，那马来西亚它很简单，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去车行看一台车，你说你想要，我是外国人，你就给他护照还有钱，他就说明天你就可以后天你就可以来拿车，然后你所有的保险，然后注册文件，都很齐全，他就会全部交给你。所以我是等了我等1天半就拿到车，这么快啊？就是你也不用给他驾照或什么，就是假设你去，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因为我没在台湾买过车，你就给他护照，然后给他钱，他说好，你明天来拿车，然后后天你就可以骑出马来西亚。好快速哦，而且那些
车籍资料那些保险的资料，都是后面对你来讲是很有帮助的东西。至少第一个它是要在我的名字下面，对，就是这个东西它如果在我的下面，我在出境在各个国家，它名字有对上就比较方便。但是我可以挂别人名，那很麻烦，就是你要那个人的授权书，然后人家会质疑说，这个授权书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偷的？你是不是伪造的？然后因为海关有权可以帮你。对，所以在我的名字下面会很重要。那有很多国家它会需要说，你必须是这里的居民，例如说泰国，你要一个居住证明，然后你拿到之后，你你要说好，你等1个礼拜、2个礼拜，可是对我来说，那个就是1个礼拜旅馆钱、2个礼拜旅馆钱，对我来说就是一笔很大开销。我不太可能去给你等太久。我想要，我一天没拿到，我就开始打电话给他。对，我就是因为我就是要多付旅馆钱。对，所以我就是有研究说，在马来西亚很容易外国人拿到摩托车，合法的拿到摩托车。对，对。我顺便问一下，就是那个 passport 护照给他是用什么签证？观光签证也行吗？哦，这个就是好处。马来西亚你知道，他不看你，他观光签证也可以。观光签证也可以买车。对，有些国家很多国家是你要有居住证明，然后你要居留证明，居留证明就是你或学生，你或工作。对，没错。但观光签证不行，很多国家会有这个麻烦的。但是我那时候去马来西亚，我最后就是看到马来西亚有这个优点，对外国人买摩托车很友善，所以我在马来西亚买车，对，然后从马来西亚出发，对，又有完整资料，而且手续又快，所以你把现金丢给他，然后说我要这台车，然后把护照也丢给他，钱给我都好办事。对，给他1-2天后就有全部的资料和车子，对，在这样手上，然后你可以直接跨境的，你可以直接出海关去别的国家了。哦，那的确是蛮好的选择。对啊，那马来西亚整体来讲算是一个在里面其他说还算是一个文明地方吗？还是说需要出去后才到了比较原始的世界的感觉？其实台湾人对东南亚会有一个迷思、错误的理解。对，好，台湾人有时候喜欢去日本骑车，日本比较文明。但是我到马来西亚，我那边骑了1个月左右，他们马来西亚人骑比我们快，但是他们在交通规则的遵守上，还有说，例如说次干道让主干道的观念比我们清楚很多。然后就我是以重机骑士的角度来说，我在那边骑一台摩托车，我没有汽车驾驶经验，我觉得那边是相对友善很多，然后就是比较不会被我讲，比较照着那个逻辑走，就不会要突发应变去避开紧急。我讲一个比较客观的描述，我比较在马来西亚不会被吓到。哦，对。但我在台湾比较容易被吓到。不管那个吓到的是汽车、机车，那马来西亚我比较不容易被吓到。OK， 我这样讲比较客观。我觉得你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感受，因为其实说真的，就是驾照啊，或是道路规范这件事情，就是要给很多不需要懂全盘整个结构怎么运作人也能在里面好好的骑车、开车、使用道路，这才是一个好的环境，而不是说我要先了解，就是谁会窜出来，这个地方可能会要注意，因为有些人可能会不守规则叫出来。如果我都要我到一个需要守规则的地方，但是我却要去提防那些不守规则的人，那我在这个环境会很辛苦。对，马来西亚它是不同城市有不同的驾驶文化，但整体来说，我在那边骑车我讲比较不会吓到，比较直接，比较直观，不会有人突然窜出来，或者说你在一条主干道，然后其实有时候他可以窜出来，你是不会撞到他，但你要慢下来，在台湾很常这种情况。对，就是我们不会发生车祸，但就是你需要减速，我需要减速，我会行路权，但我需要减速，但我知道我不会撞你，那你这样开我有时候会有点不太顺畅，不太自在。在马来西亚就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就是开很快，他是知道你一定会让，对，他们也一定会让主干道，所以他们不会让你刹车，他们就是要超过你，或是要切出来，他在你不会刹车、不会被吓到状况下而出去这样子。对，所以来讲说他是很远就出来的人，对，他们是骑比我们快很多，但是好像比较舒服一点。哦，没错，所以你在马来西亚，你有了 Ténéré 骑在马来西亚1个月，差不多1个月。你是熟悉车辆吗？还是熟悉环境吗？还是说你还有准备别的东西？都有，因为我一开始我从新加坡陆路入境马来西亚，最南端西马最南端新山，然后我大概花了3-4天
买车，我去不同车商，我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最低价格，因为我是付现金，然后我找一个地方给我最低价格，然后好他给我1-2天，然后拿到车大概5-6天，然后我再准备一下，然后行李弄一弄绑上去，我其实都带好东西，但就是准备一下，然后大概1个礼拜后7天我就出发，然后因为马来西亚我没有真的好好骑过马来西亚，我去马来西亚在这之前可能2次吧，所以我那时候也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就算旅游啦，我就去马六甲，然后就是要去他们知名的地方。当然是用骑你的车，你买来的车自己去。对。那所以我有观众见证，我也可以去马来西亚买台车，在马来西亚骑，然后骑完之后再把它卖掉，再回来台湾这样。更对，很多人做他是买一台150、125，因为便宜嘛，然后骑一骑。如果真的要骑很久，就买一台150、125，然后骑一骑，然后结束后可能卖给外国人，或是他的车价就是你买小的，你压力也掉，二手价掉的也少了，而且那个自己吸收处理掉了还 OK， 跟大的车就比较不一样了。大的车，对，还是租车吧，租车比较稳妥一点。但这是马来西亚而言啊，但这个其实这只是你的开始。对，那什么时候才算是正式开始？那时候几月几号？你哪一年的几月？2024年11月中。11月中，你挑了一个冬天出发。我那时候的季节在东南亚其实是算好也不好。好的原因是因为冬天是他们最不热的时候。对，没错。不好的点是，我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有点像是雨季，所以，但我到泰国之后就很少再穿雨衣了。就到泰国之后就没那么容易下雨了。对，所以那时候就算是东南亚最好的季节，但有时候也会到35度、36度、37度。哦，就很热的时候。对，那感觉听起来蛮刺激的。我觉得整个旅程都有开始的感觉。对，那我们先从整体来看，好，你从这么长的路程，你会怎么样去切不同的段落来去讲或是解释？如果以地理位置区分，我觉得主要可以切4大块。对我来说，就是第一个是东南亚，对，然后第二个是我进了中国，然后中国还有南亚，因为我骑到尼泊尔和印度，然后我有进中国，我从辽国进云南，然后骑西藏，然后尼泊尔出境。所以你有走过西藏？有，但不是中国人喜欢心脏魔女的那一条线吗？还是不一样？我骑的比他们多一点。OK， 好，我是穿越。对，你是穿越，对，要讲只是旅程的其中之一。对，那然后再去切尼泊尔、南亚，然后印度。对，然后这算是第2段了吗？第2段，然后那时候原本要进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然后土耳其。不过那时候印度、巴基斯坦它发生战争，所以他把边境关闭，所以是完全过不去。对，到现在过了1年多，现在是过不去。对，所以我就运到杜拜。你运到杜拜？你从哪里？我原本要从印度运，但是印度的海关还有一些就会有点麻烦，比较贵，然后又效率比较低。然后所以我就骑回尼泊尔再运，它反而用空运的方式比较便宜，然后便宜，然后效率快，然后行政效率比较高一点。然后就到杜拜。杜拜就是第2段结束，第3段开始。第3段开始，然后中东其实是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等于是突然因为一个印度巴基斯坦战争关系，我必须改变我的计划。但我其实，在走这个之前，我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因为那个地区就是会比较会有战争嘛，有时候会有地区武装冲突。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对，印度尼泊尔，它有全世界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对，如果你要骑全世界最高的公路，最漂亮的风景，我认为啦，那里是最好的地方，因为你有最高的山。北印吗？北印还有尼泊尔，就是它整个都是高原嘛，然后有山峰。然后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人觉得那边很可怕，什么交通，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我很期待那种，完全跟自己认知不一样的世界。对，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想跳脱舒适圈。对，没错。那所以我不可能追寻一个很舒服的旅程，所以我想要很刺激，然后很不一样，感官刺激、文化刺激。所以印度尤其是印度尼泊尔，它是一个给我一个全新的体验，感官上、任何视觉上、风景上，它都是超出城市的东西。所以，但我也预期到
我走这条那边有一些武装冲突，或战争，对，所以我很可能到那边计划会被落空，会改变，对，那你不会停止，你会想办法，除非真的没办法，不然你有办法就是想办法去克服，所以你选择，回到尼泊尔把车运到杜拜去，对，那时候被困住的，我们这整个族群跨国母语其实被困住了20几个吧，当时就20几个，那时候大家就开始想方法，我就等，你想要等，因为喜马拉雅山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是5、6月，其实它是很漂亮，然后季节非常好，因为它是4、5千，最高是5700公尺，我带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那我看到有人就运到印度或尼泊尔，运到那个哈萨克，对，他花了$2500，8、9万台币，对。然后有些人运到土耳其$2500，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运到杜拜3万台币，3万台币，那也是差蛮，就是100美嘛，不1000美，对，差1000多美。那对，可是那时候是6、7月，中东夏天是40几度，很可怕的，50到50度都会有，所以它不是一个理想的季节。但对我来说，我那时候心态是便宜最重要，能省则省。第二个是那是一个体验，有些事情它不是舒服，但是它是个体验。那我如果体验过，我不觉得舒服，但是我觉得那个回忆很珍贵，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40、50度骑车嘛，然后完全看到摩托车，然后我整个骑车的风格或时间啊，我都等日落再骑。我就等日落再骑。日落太阳一下来是45度，对，然后我骑到11、2点是35度。那白天其实我就是在附近晃晃，这对我来说就是地方待着。对，它就是一个类似背包客吧，但就是附近晃晃。我可能也不会想出冷气房，但就是晃晃，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对我来说。所以你选择到了杜拜，然后走中东来去前进到土耳其。第一个是便宜，第二个是你想要去体验那一个人文风情地理环境，然后特殊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从杜拜开始第3段嘛，然后再往前。第4段就是欧洲的。第3段我杜拜，然后我走阿曼，然后沙烏地阿拉伯、约旦、伊拉克 ，OK， 然后土耳其，它可能也算中东，它欧亚的交界，我不知道怎么去分。那反正就是这个是第3段，第4段就是欧洲，就是比较舒适圈的，就是已经是舒适圈了，但至少还是很多媒体和自己没看过的地方。算是，因为我在欧洲待比较多的地方是东南欧，大家说的巴尔干半岛，对，它比较原始，比较多山，然后比较像西欧没这么多规定和我怎样讲比较好，就是东南欧比较多山，比较原始，对，比较多旷野，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那我那边就待了两个月，然后我就结束后，那时候已经冬天了，对，都冬天了，就很冷，所以我也不太想继续骑，很多地方都关闭了，山都关闭了。对，因为气温和天气，所以你是继续往前到西欧去嘛？对，然后到了西欧就是舒服的地方，然后应该是很快速的穿越西欧的吧？我看你的速度好像蛮快。我很快穿越中欧还有西欧，但原因是有一些就是欧洲雅马哈问我说，马来西亚雅马哈问我说要不要去那个欧洲总部晃一晃啊，然后定个日期啊，然后我就得在那个日期到荷兰，对，在荷兰。然后我在英国有人家邀请我去分享，所以我一个日期，所以我就变成一个时间点，我要到那一个地方。你有一个时间压力，有一个算是有一个 deadline 的，对。最主要还是那时候我旅程结束日是压台湾的除夕夜。你想回来台湾过年，对不对？对，算是一个终点，一个 deadline。对，所以就是2026年的除夕，就是你回来，差不多是你回来台湾。除夕前一天，对。除夕前一天，哇，压超近的。我们刚才知道你是分了4段，然后去骑你的跨国摩托旅游。那我想要先从你第1段东南亚，就是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行程，或是你整个路线是什么，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比较特别的行程，有什么特别的记忆点，或者特别发生的特别事情？东南亚我大致的行程是
马来西亚1个月，泰国2个月，辽国1个月，还有4个月。如果要挑一个故事来说，我会说，在泰国泰缅边境，我把摩托车骑去一个山上，那个山是一个很困难的路，就是上去之前它有个路口，它会检查说你的车子可不可以过。它只允许越野摩托车，还有车检就对了，车检还有那种4人驱动可以上去。那我到上面之后，我类似有走错路吧，然后我把车骑到一个丛林，然后我等于是它是一个坡度丛林，然后很多大石头，对，我等于车子骑不出来，但我那时候其实想说，还好就骑不出来嘛。我那时候大概3点半，我就想说我搞到4点半我搞不出来，我就要找人帮忙。那我搞到4点半我搞不出来，因为接下来就天黑了。对，我那时候就是走1个小时30分钟到1个小时45分钟吧。我往山下走，对，走到一个村庄，就是总有人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的事情。然后那时候那个地方他没网路，然后沟通上会有一些障碍，但我给他看照片，然后我给他讲一讲，我有离线翻译，然后一个村民他就跟我上去，那时候有点怕，因为他是一个20岁，然后矮矮的，对，就是感觉不太可靠。你觉得有人身危险就对了。我不是有人不是，是我感觉他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OK， 感觉是我就跟他说，你们村庄应该要找3个壮汉啊，对，因为那个车很重嘛，一个人做不了，这个这么小，然后这么瘦，我那时候感觉没有很信心。反正他们说这个人就是很有经验，你可以相信他。说离线翻译，他们跟你讲，对，他们就说不用，就1个人上去就可以。然后就骑一个破的摩托车到了山上，然后他到那个丛林之后，他就对那个丛林很熟悉，他从小这边长大。我们花1个小时都把那台摩托车搞上去，不是到下面他们村庄，是把它搞回去原来路的。对，然后原本走错路，脱困，然后他一个人非常矮，但是他有办法驾驭我那台摩托车。他的身材体型都比我还要弱小，但是他的技术还有他对地形的理解，就把我们脱困。然后精彩的是在后面，是到了村庄之后，他们说他们建议我在村庄睡一晚。因为晚上那边它是有老虎出没的。有老虎那么猛啊！然后是猛。对，所以他们那个村庄，他们其实是有配枪的。他们也合法，泰国合法有枪，然后他们就煮一顿食物给我吃，然后他们是用木头在煮食物，不是用瓦斯炉或是现在我们看到文明设备。然后最后就跟他们一个类似森林巡守员睡在一起。那时候就1张床，我们睡同一张床，然后旁边放一把猎枪，虽然放在右边，然后我睡在左边，就等于是我算是第一次被陌生人邀请进他家睡。他也知道我好像没办法，因为他知道我下山会有危险。对。然后晚上路况不好，他就跟我说：“你们一起吃个饭，然后一起睡，然后就跟他们那些森林巡守员，一起吃个饭。”就那种体验，我这辈子没体验过。你开始体验到了，应该算是在远离文明的会有危险的环境之后，人类会互相互助的这种感觉。对，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个东西，就是在一个远离文明的地方，人类的互助精神是非常非常高。对，他会给你吃，给你住，然后确保你一切安全。即便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集，单纯也有语言障碍，但是萍水相逢，对，遇到就是会帮助你。对，那我到现在没有还跟他们有联络。是这么酷，你有那些画面和那些素材的？有，好屌，但你没有遇到老虎就对了。对，你没有遇到，对，有遇到那就太酷了，但遇到一个很危险，算是他也算是一个影视高手，就是影视的越野摩托车高手，就是全村就是叫他去，然后你还不觉得他可能有办法，你应该觉得要用抬的，或者是怎么样，用蛮力把车子移动。很短。对，我一开始认为说这个用3个大男人、4个大男人把车子这样扛出去，因为它是在一个坡，对，然后又地形很崎岖，然后他比你矮小，然后他骑 Ténéré 脱困，然后反向走，回到你的有封路之前的路。对，他没有骑过这么大摩托车，但是他在那边，他对地形掌握很高，然后他一直都在那种环境生存，所以他那种技能可以马上
套用到那套用到大的车子上。对，然后这是一个让我很惊讶的点。然后第二个是我到村庄后，他们村民是很热情的款待，然后对我100%的信任。对，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很酷的一个，对啊，这体验真的很酷，而且你要开始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你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旅程不只是让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那个天文地理环境，而是你可以看到更多人文的东西。你看人在产生交际，让你更想继续下去。对，那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幸好我骑摩托车，幸好我骑越野摩托车，对，不然我无法到这个地方，对，然后也无法跟他们产生这种联系。对，我用其他的旅行模式，我不会有这样连接，我不会到一个这么偏远的地方，背包客或者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是我感受到，摩托车可以让我真的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到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人类的互动。那个那是哪个国家？他们是什么国家？泰国，然后泰美边境的泰国那边。对，哦，所以是泰国，他们都讲泰文。对，然后你用离线翻译给他们。好酷哦。那这是泰国算是一个比较东南亚比较险恶的环境吗？还是说东南亚还有更险恶的地方，或者是更特别的一些其他故事的第二段？我认为泰国算是比较新手友善了，新手还蛮友善的，除了你走错那条路，就是他们整个国家都是，他们外国观光客很多，所以我认为是我旅途当中可能是最轻松的国家。哦，这整趟吗？对，是哦。那代表说离开泰国，我觉得难度开始变高了。可以这么说，泰国是最舒适的地方。那还有没有什么第一段还有什么其他故事？我如果真的要说，我会说辽国，就是因为辽国算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他们甚至很多地方都是没有柏油路。那我那时候选择一个辽国最荒凉、最偏远的地方，就是好，如果去辽国的人他们会去的地方。我没有去那种地方，我是去大家都觉得没有旅游价值、没有观光价值的地方。它是以前越战的一个补给路线。它是小径，然后那里我感觉看到像是100年前台湾。对。然后我没有活到100年前台湾，但是它是没有水、没有电，然后房屋都是木头，然后还用高脚屋的概念。就是以前那种部落的那种。对，然后很多河它没有桥。对。所以要过溪，那溯溪，对，摩托车和汽车要溯溪。那如果溪水暴涨的时候，他们会用船。就很多的交通概念，还有建筑概念，还有基础设施，都是我这辈子没有看过，都停留在一个很基础的自给自足的低技术完成的一个状况。没有桥，没有柏油，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瓦斯，要自己盖房子，自己制造东西，然后自己想办法找水和食物。对，那应该是我在东南亚第二个。我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到一个很原始淳朴。对，你当初是怎么样选择要到这个地方看一看？你是打开某一天到了某个点之后，打开手机地图，然后看一下我要去这个点，还是它是一个路程中的部分？它不是路程中，它甚至是一个绕路。但我那时候我像你讲，我就打开地图看。好，如果你去看辽国，它会有知名的景点，对，必去的景点。那会有一个地方好像都没什么东西。我那时候我就用卫星地图看一下，这里好像什么，就是没有人来过。对，那我就说，你们到不了，可是我们摩托车可以到啊。它在地图上显示是一个路吗？还是这个山脉的这个图？它算是各种都有。就是我搜寻好，你在 Google 地图打景点，attraction 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的地方，都在这个地区，然后这个地区完全都没有。那我就觉得很好奇。没有的地方反而让你比较好奇，因为它是一个探索未知、没有什么资讯的地方。那我就觉得说，那我想去一个地方，然后这个东西带来这个思维还有旅行模式，对我之后的这趟旅程有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去一个没有观光价值，然后没有旅游资讯的地方，我看到一个国家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所以你后来就选择那条路线，然后让你达成了之后的一个摩托车旅行的一个想法，它改变我的一个旅行看世界的模式。对。然后那个地方很险恶，然后具体是怎么样？你走往那边走之后，具体来说就是好，我到一个地方，它路况变得很差。
就是你摩托车会一直震，然后会有很大的坑洞，这是第一个看到的东西，所以有一台越野摩托车很重要，然后第二个是周遭的建筑物，它不是柏油，它不是水泥砖瓦，对，它是最原始那种木材隔板，然后因为下雨它会有叠个高脚屋，对。然后我去他们的小吃店的时候，他们的烹饪方式不是瓦斯，不是天然气，不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就是用砍木头，然后用火来烧，所以我点一碗面的时候要等很久，因为它是要先烧木头，它是木头这边，然后点火，然后烧，所以路况还有周围的房子景观，还有他们的吃，就是食衣住行，对，然后还有店，他们晚上有些是怎么讲，点一个蓝莓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但是它不是我们想象中有你按下去就会有电的地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那你也是到别人的村落去住吗？还是自己搭帐篷？到那种地方的时候，就是自己搭帐篷。那时候我碰到一个人，你这个问题问好，就是那个地方，它很多地方没有旅馆的概念。对，因为没有人会经过，所以我一般来说我会去一个村落，然后就是在那边搭帐篷。我在村落里面搭帐篷。对，我在村落里面搭帐篷，我就问他可不可以搭帐篷，然后附近有杂货店嘛。对。然后有些地方没有，很多地方没有餐厅。对，因为它不是一个外国，其实不会有别人会去的地方，没有消费的地方。对，当地人可能也不会去那个地方。对，所以它没有一个旅馆的概念，所以我有好几次我是骑了2-3天没有看到旅馆。应该说，你就算有现金有钱，你去那个地方没有一个现成的可以用现金的管道，算是吧，可以去满足你的食衣住行。所以你要自己去透过嘴巴跟他们问说哪边可以住，哪边有东西可以吃可以买这样子。有些是没有网络，然后没有饭店，没有餐厅。对，因为如果他们都自己煮，那有杂货店。对，有杂货店。所以我就是吃杂货店。对，然后你休息地方都还是在一个有人的部落那。有人的，对，很少会在完全荒郊野外。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那个勇气，不敢。因为对啊，那时候就是找有人的地方，我至少买一个杂货店或会比较方便。而且有部落地方代表说不太会有什么危险的地方，不太会有野生动物这么讲。我好几就是我会去有人，那时候都是在有人的部落的地方搭帐篷。然后你就走了一个完全不同，你就这样子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路线，然后到了主要干道再去下一个国家。那是在辽国嘛？对，辽国。然后。辽国接下来呢？接下来你是走了，我就进中国了。你就进中国了。我觉得中国这个题材有些人会想听听看，中国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在中国就是你是用台湾的护照进中国吗？他们不认同，对，他不认同台湾，所以你要用台胞证。你有先准备好台胞证？对哦。那从云南进去，然后从哪里出来？尼泊尔。从进去，然后云南省里面就可以直接去尼泊尔。不是要进到西藏，要进到西藏嘛，对吧？要进到西藏。所以你基本上是从云南骑到西藏去，是。然后到处都是，就是因为跟中国摩旅的有点像，就是他们走去西藏路线，你也跟着走去西藏。只是你从西藏出来，你并不是像其他中国人从原路返回到他们自己居住的大城市这样。西藏有一个特色就是，有些人到了一个地方就折返拉萨。对。但我是有一个穿越的任务。对。所以后面的路，其实很多人大部分不会去，因为难度更高。对。所以那个中国人喜欢的那个西藏摩旅，其实都算是一个很舒服的公路旅行，对不对？是也不是。如果他们有就是如果讲公路的话，很多人到的地方就不会去。但不是的原因是，他们有那种很荒凉越野硬派的走法。但我们那时候不能走。那时候不能走，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骑一台外国车牌进到中国，尤其是外国人进到西藏，是全程需要导游跟同。所以我们只能按照既定的路线、既定的公路，每天在哪个地方睡觉。他们旅馆也有规定，他们叫接待外宾资格。所以我们是在一个高度规划的情境下穿越中国。所以不太会去一些非常困难的地方，所以你也去不了。反正你们就已经决定好 ABCD，1、2、3、4天住在哪里，对，只要到哪里。我蛮好奇是，
如果你要去西藏，你就不能直接骑车去，你是要先去中国某个地方去申请说我要去西藏，然后才跟他们会有人跟着你这样。要找旅行社，然后他会帮你办入藏许可证然后进西藏就要给他看那个东西，他们旅行社会处理，但不能像我们自由行，想去哪就去哪，不行。然后看到公路旁边那个地方参考人看，那就往那边骑，这样不行。规定是不行，但我们有人这么做，一个德国人这么做，然后我们那一团是一群外国人组团，他就是有一个人这么做，对。后来他被怀疑是间谍，我们的向导就跟他签一个免责声明书，就说这件事情不关向导的错，我已经告知你不要做这件事情，这里不是给你探索的地方，是军事宗教敏感地带，对，那你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告知过你这件事，然后你签完他才能跑，对不对？也是建议他也是建议他不要跑，但只是责任归属不在导游上，你真的要干就是。我要和你say清楚，所以我要和你签一个东西。对，就非到迫不得已，他不会把那一张拿出来让你跑，对不对？就是对他把责任归属到那个人身上。那这样子，西藏听起来好像到拉萨的旅途中还是蛮中规中矩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嘛。因为某种意义上有被导游照顾得好好的。就是我会这么说，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因为它的地形景观是一个在全世界都是很特殊的地方。4500公尺青藏高原，是一种感官的享受。对，但如果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探索、喜欢自由、喜欢跟当地人接触的一个旅行风格，尤其你在辽国的时候，你确定泰国和辽国的时候，你确定你大概是这种风格。对，那西藏就不太能让我做这些事情，但有点可惜。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但它就是一个这么样的事情。它的规定就是那样子，就是照着这个规则去走，然后经过它。算是啊，对啊，就比较，就是我就单纯看风景，对，但不是我真正想进行的方式。但这我一切都知道，没有什么太。但就是你跨国摩旅的一部分，必须就得穿越这个地方。对我那时候，对，就是这么样。对，拉萨之后呢？拉萨之后你去走一些，导游就没办法陪你了吧？没有，他要陪我们从入境到出境他要陪我们。OK， 他到出境要陪你，所以你会走一些拉萨后面的路到尼泊尔，算是一个比较不好走，也不太会有一般的中国和外国观光客走的路。应该这么说，你讲没错，但它有点像是对中国来说，它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对，所以它任何的补给、修路还有食物都是一个困难。所以它相对来说，各种物资、各种路况都会比较差劲一点。但还没有辽国那么差劲，还没有辽国这么差劲，因为中国政府它有钱，然后那个地方是它要管理、积极维护的地方，它是边境，他们要投入资源去 maintain 去维护那个地方。中缅的那个地方嘛。对，那时候那个地方就是边境算是还是需要有资金和人力物力投入在那里。对，所以基本上它的路线不会太困难。那个导游怎么跟着你？我们是在你后座，是台摩托车，然后他有一台。你们是一群外国摩旅的团体一起走，对不对？对，然后他有一台保姆车，导游和司机坐在保姆车反正他就开车了，我想说是1对1的，你们有10个人，他就10个导游这样。没有，就然后他还坐在你后座，你要骑出去，他说不行，把你拉回来。所以就10个，你们就一团，对，他们就跟保姆车把你们护送到那个边境。边境是对缅甸吗？没有，尼泊尔对尼泊尔的边境。对 ，OK。所以这个旅程就是，其实代表说你在中国看到的风景，就跟其他的中国博主拍到的，其实大概就是类似，就是公路还有拉萨的一些可以拍的地方。他们会比我们更有自由。你说中国博主比你们更有自由？他们没有，他们不需要申请或保，他们可以自由行，他们要申请，但他们可以自由行。我们不能自由行。所以在中国的地方，反而就是如果想知道中国更漂亮，西藏啊，或是那些地方风景，反而是看尼泊尔的，反而是看中国博主那些，反而可以了解更多。所以我们能看的东西，就是他想让你看的东西，他规划的东西。就是应该说进到印度有一个冲击。
虽然印度和尼泊尔都是南亚，但是印度它的我自己是这么分，每个东西的程度我是分。很多人这样讲，轻度、中度、重度印度。对，你懂这梗？这个是梗，但这个是真的，就是它的交通、它的食物、它的气味、它的人，都是另一个层次，完全不同，脱离很远的文化的层次。对，然后有好和不好也有，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感官上的冲击。对，那真是冲击。感官上的冲击。我的旅行模式在印度有很大改变。你懂。我在印度之前，东南亚的国家，我去一个旅馆住的时候，我都是说价钱多少。只要是我都找最便宜，我不看里面长怎么样。因为我能够接受它的最低标准。就是去泰国任何什么地方，我都是看好最便宜，给我价格就可以，我不需要看。那我到印度之后就不行这样做。因为它的最低标准是低于我的接受标准。你的接受标，那大概是具体像是什么样子的？我是那种很穷游的人啊，然后就是我很难讲去，就是环境很脏乱。像在印度是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完全不会想，连床都不干净，然后我可以接受很不干净的地方，但是印度就是最不干净的地方。OK。但印度就是一个会让我的旅行模式改变的地方。我在印度之前我是不去吃餐厅的，我都是找当地人吃什么街头小吃，我就去跟着去吃。对。所以那在印度我几乎每天都去吃餐厅。会花很多钱？不会很多钱，也还是不会超过100块台币。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印度的环境是，你在街上骑车，它是噪音很大，然后大家一直按喇叭，然后那个气味也是，很多地方啊是他们没有垃圾桶概念，他们就是垃圾丢马路，所以气味会很强烈。然后路上的车子还有牛什么，还有逆向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那边内线超车道逆向过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台湾会上新闻，在印度是很日常的事情，所以视觉、嗅觉、听觉，还有他那边很热，40几度，那时候6、7月，这视觉、嗅觉、听觉、触觉，任何感官五感都是最大的冲击。对。那我到吃饭时间，我就很想找个地方休息，找一个室内有装潢，然后有冷气，我可以远离这些外面的世界，到一个封闭的空间。因为外面那个世界对你精神耗损太大。对我精神耗损太大，我是很乐意，对我来说是冲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体验，我觉得很有趣，但是我需要一个身体和心灵上的恢复的地方。对，所以我到印度有很大的旅行模式改变。OK， 那你具体来讲是，那个是算比较市中心的比较中亚的地方。应该说远离山上的印度的北方印度城镇是大概都这样。山区是另一个环境，但是我讲人口密集区。人口密集区很多都是我刚刚描述的情况。OK， 所以你就是这样子找个旅馆，然后旅馆也不能找太便宜的，你就要继续看环境。我要看真的里面是长怎么样。OK， 你看的时候大概问一下价钱才能进去住。我先问个价钱，然后看可不可以接受。对，因为我以前是不看里面的，不看里面，我就价格最便宜我就去了。OK， 所以你就是这样子穿过印度本身，就是对，你从印度你从北印嘛，它是在东北的地方。我从印度和尼泊尔尼泊尔的南方，然后一直到印度边界，然后我大概去了 Varanasi， 那是一个很魔幻的地方。魔幻就是会在河边烧尸体的地方。OK， 是这种魔幻，不是迪士尼那种魔幻。不是那种魔幻，但是那也是个视觉冲击。对，那这是一个故事啊。那 Varanasi 之后我就到新德里。OK， 然后我新德里整备一下摩托车，维修一下，保养一下。对，然后我就到北印，大家讲拉达克。北印，所以是一个 V 字形这样走嘛？对，大家对 V 字形。对，大概是 V 字形。对，然后这中间有特别的吗？故事或是人或什么之类的？你说到拉达克之前？我到拉达克之前，就整个我必须说，印度的骑士的文化互助文化很高。互助文化很高，他们会逆向往你冲过来，但是他们互助文化很高。对，这听起来冲突的。应该这么说，我会分两种人，一种是通勤的人，他们就是没有秩序，对，想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如果是重机骑士，我在我摸绿以来，这印度依旧是一个很高的互助文化。他们一般的人可能
普普通通，但是其实他们很多就是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例如说我去保养一台 Ténéré 700，对，那是个大保养，我换机油、换轮胎，然后换冷气、换刹车油，换很多东西啊。对，他跟我说，我材料打8折给你，然后我去查，他真的比我外面看到便宜。他不收人工费。他是真心想要帮助你，因为他说你骑这么远到这里，他们对我有一种 respect， 尊敬，他们对跨国摩尔骑士其实都这样，就是而且他们是间小车行，但他们是专门做大型重机的，对，就收费不便宜，对，但是他说人工费全部免，但材料费还给我打折，是哦，就是我有自己去确认价格，因为那价格都查得到，他就是等于他不赚钱帮你在做这些事情，他不赚钱，他就是用成本价，对。材料成本，他成本进口50块，他卖你100块，但是他就说赚我可能60块，就是他没有在赚钱啊。对啊，因为经销商进货价和那个卖出去价格中间可以抽，可是他也打折给你，他基本上没赚多少钱，他花的时间他人力花的时间帮你修车，是真的在付出他自己时间在帮助你。他在帮助我，然后他也不求曝光。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有点社群媒体，有点累积量，然后但是他也不求曝光，就是单纯说，这是他们的对待我的，对待你来这边骑这么远，他对待你的方式。其实不只有这样，我在山区，有些印度骑士他们可能看我开旅馆，他们家族有经营旅馆，他说你来这边住不用钱。是哦，就是他们的互助文化，说你要什么，你要订轮胎，你要什么，你跟我讲，然后你在哪里遇到什么困难跟我讲。然后说他们就想说，我给你我电话号码，我给你 WhatsApp，然后你有事就打这个电话。我收到20-30个人的电话，就是我知道在哪里。他说，对，他说你到这个区域，你打这个电话，我没有帮助你，但附近我有认识朋友。就我感觉印度的歧视，是我感受到非常非常之强烈，想要帮助外国人。原来如此。你遇到任何困难，他们都想帮你解决。就是他们应该还是，虽然他们人口很多，但他们会把自己认同的那一个族群抓成一个很紧密一个群体。很紧密的群体。所以你认识一个人，其实你等于认识了整个他们的网路，就是到了各不同地方，他都可以帮助你。对，我觉得背后有一些原因啊，就是他们知道你的故事啊，他们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就跨国摩旅这件事情。也不单纯是这样，我觉得印度本身是一个，他们是有一个很大的腹地可以去做摩旅探索。对，没错。例如说拉达克，例如说印度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所以他们有南方的人到北方的人，北方到南方的人。台湾没有这种地理环境，太短了，所以他们很需要互相帮忙。因为语言很多，所以你到地方可能会有食物上或者是沟通上的困难。他们统一的语言叫印度语，南方的人可能也不会说印度语。对，然后英语可能很多人也不会讲。对，就是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在一个很大的腹地可以去做骑摩托车的时候，然后语言和食物都有很大的障碍的时候，即使都是印度人，所以这时候他们的互助精神就非常非常强烈。我觉得人类本身还是会在一个比较恶劣环境的时候会自然而然产生这种互助的系统。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摩托车旅游，而是说他们从以前意识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们就会成立这样的系统来去帮助自己那个圈子人在外地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对，所以有点像是可能是那个有点像是同乡会那种感觉啦。假如说有点像这样，但现在已经扩大到不是说他认你是哪个地方的人，而是他知道要做这样的系统，就是才能照顾到来到这个地方的不同的族群或不同语言的人。我是在思考为什么他们的互助文化这么强。你觉得印度互助文化比台湾，比台湾，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强？歧视文化是数一数二，歧视之间的互助文化是全世界数一数二。是哦，所以这是你特别惊讶的地方，在一个某种意义上视觉感官很冲击的地方，算是吧。那你有什么非常不好的经验吗？在印度如果我去观光区的时候，他们就喜欢骗你钱。你是外国人是一个钱，然后你不懂是一个钱。他们连外地来的印度人，他们也会骗。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观光客，如果你说印度有什么地方，泰姬玛哈林什么恒河。你如果照着那个去，我觉得你会对印度有很大的负面印象。因为你去到一个观光客最多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最多骗子的地方，很多环境也不会友好，你需要提防很多。对，你会对印度产生很坏印象。不过像我到拉达克，我到山区，那这环境就不一样了。
就是如果你去一个偏乡，你去一个没有观光客的地方，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程度就非常非常高。应该说他们在比较淳朴的地方，他们自然而然看到外地人，不会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害人，不会想从我们身上榨取更多的价值。对。哦，原来如此。然后会保持着在比较恶劣环境的人的互助精神比较多。算是一般人的话，不是摩托车骑士，但是摩托车骑士族群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互助的系统。对。哦，那蛮好，蛮特别的。我听到的东西，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想象，或是没有亲身去经历，或者就算只去什么印度旅游团，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印度的那种。我精确讲，就是这是背包客和观光客体验不到的东西，因为他们可以去的地方，他们有很多地方到不了。但是那些地方的人是大部分印度人的样子。因为很多地方它不具备观光价值。对。很多山区观光客不会去。那摩托车这是让我重新开启一个看世界的方式。所以我对印度也有感受到非常好和非常不好。但这同时也是开拓你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视野和对印度的想法。算是吧。而且我觉得你得到的回报还是蛮大的。对，就是有良机啊。但你又看到了不同的你想象以外的东西，你觉得满足，这才是你旅游的一个重点。对啊，就算是好，就算是不好，我觉得其实都是。但重点是有好也有不好，我觉得是看到一个不同文化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应该说，我看到一个光谱比较两极，就这个国家光谱的各个层面，我都算是看到。但我很庆幸用摩托车，我可以看到比较多一个国家比较多的不同的面貌。对啊，我觉得这是很棒的点，就是不是背包客，或是不是一般人看得到，或是电视上看得到那个样子，比较难拿。对。好，印度这边结束了。印度玩是什么？印度之后你是怎么样？你回到尼泊尔去啊？空运摩托车到杜拜，所以你走一个回头路。我走一个那时候有一个方式是在印度直接运，骑到孟买，就是印度西南方，就是感觉比较近嘛。对。但那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海运要花比较久的时间。对。第二个，他收的钱比我从尼泊尔空运还贵。然后第三个是印度的海关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出名的难搞。所以比较贵，比较久，然后行政效率比较低。还贿赂吗？它不是贿赂，它是一个文件一点小错，你就可能会拖延很久很久。然后，即便你文件正确，它很吹毛求疵，然后或是很慢。就你跟他说，感觉这个货是后天要送，但后天没送，他一些突然的理由后天没送，就不确定性很高。所以基于贵，然后慢，然后还有行政效率问题，所以我后来就骑到尼泊尔，也是很多我们这个族群很多会去尼泊尔处理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就很顺畅。那时候会送就是那时候会送，然后空运也比较那时候就讲了什么就是什么了，讲就是可预期性高很多。对。所以我后来就骑回尼泊尔，然后再运到杜拜去。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你印度走一个 V 字形，然后走 V 字形回去这样。差不多。所以你就等于就是来印度做一个它不算是你跨国摩旅的一个前进的一个路线，就是它反而是一个你体验完印度之后，你还再回到原本进入印度的出发地，然后再去越摩托车。那某种意义上算是以旅程的效率上来讲，算是白走了。但是以你看到的印度这个世界来讲，当然还是你体验到很多。你回去又走不同的路了。不同路哦，那走比较脱离纯正的路嘛。算是有，就是我尽可能，我的原则是尽可能不要走重复的路。对。那你走印度会去德里这种地方，这种大城市是为什么？因为你原本在东南亚的经验是说，你尽量不会去走那些地方，还是你特别想去看看印度大城市这种？通常有一个原因我会去大城市，就是摩托车保养。因为大城市它如果我要找大型重机保养的地方，只能去那里，就去一个国家首都，它比较最高几率会有最专业的人。对。或找配件的时候，对，我那时候去新德里就是要做这个。那你回去的时候就不走这些，而且你大概都保养完，对，回到你是因为那个叫什么巴基斯坦的战争，巴基斯坦和印度他们发生战争，然后边境关闭 ，shut down，就关闭了，所以就回去。好，中东就是我把车子运到杜拜之后，对，
我不知道大家对中东的概念是怎样，但中东是个半岛。对。然后我就切下去到一个国家叫阿曼。是很富裕的国家吗？还是很算是富裕的国家，但它伊斯兰教国家，产石油的地方。它有产石油，有天然气。就是它没有像杜拜、卡达、巴林、科威特这么有钱。对。我们讲海湾国家，但它也是有资产资源，所以人民还是平均算富裕。所以好，富裕会到基础人民上面。应该说，我觉得台湾人很多对中东的点就是太片面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以一个平民的视角，中东的平民视角去看中东这地方长什么样，我们是有一个超级有钱人视角去看中东长什么样子。那中东就是什么超级有钱建设，然后大家都开超跑，然后那边有什么钱的很多玩。但是我不知道在中东的平民，或者是遇到中东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然后还有伊斯兰教的国家是不是真的会，就是你是客人，你进来不用问理由，就接待你3天，我才敢问你来应该什么？好，我从你第一个问题先回答。其实中东，我去了阿联酋，还有阿曼、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大概去了7、8成的国家，但我自己的感觉是，有钱的是少数，对，没错，当然。但是有产自然资源的国家，它会照顾人民到很高的程度。例如说阿曼，他们跟我说有3个福利，他们有一块，你是国民会有一大块土地，免费给你土地，所以你会在台湾是豪宅，对，就是很有钱人才有那个土地，但在他们现在是基本权益。哦，这么好。然后房子会补助，然后第二个是看医生不用钱，然后上学不用钱，就是基本的国民的福利会很好，但你之后要去怎么发展，那个就是个人的，也有可能像我去一个阿曼人家，他就是计程车司机，但是他的地很大，但他们还是有那种做基本劳力的工作，他们有这个需求要去做基本的工作来，还是有人是当计程车司机啊，但阿联酋就不会有人在做这件事。什么意思？他们的国民都，其实你说像有无条件收入这种事情吗？我那时候我的理解啦，我跟他们的人聊天是，很多人去当公务员，然后公务员就是会有不错的，公务员就是会有不错的待遇，我问阿联酋的人，我跟他们几个人聊天，歧视或一般人，他们就说，他们对他们的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照顾得太好了，照顾得很好，然后像一个很日常的东西，就是我去阿联酋、杜拜，还有一些就是在阿联酋里面，我很难接触到本地人。应该加油站都是南亚员工，然后超市员工都是南亚员工，剪头发都是南亚的人，然后餐厅都是南亚的人，就是我接触到的是第一线服务人员，大部分都是外来劳工，对，外籍劳工，本地人就是比较做一些比较好的工作，也有比较好的待遇，他们不用去做很基础的低阶的事情。对，那真是，因为那我就有点印证了我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看不到当地人基础的生活是长什么样子。但好，如果是到沙烏地阿拉伯、约旦、伊拉克，那就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沙烏地阿拉伯它很有钱没有错，它很多石油没有错，但是它一个很大的地方，它人很多，它虽然很多第一线基层服务业都是外来员工，但是我有碰到沙烏地阿拉伯的人说他做保全，就是开始有一点本地人在做第一阶的工作，比较做一线的事情，然后到约旦就他们没有自然资源，对，他们都是进口观光，进口观光，所以就会看到很贫穷的人，会有观光，当然反而会有约旦嘛，约旦，因为那些有自然资源的国家可以补助人民，但是没有自然资源国家就没有办法补助人民，他们就只能靠自力更生，靠其他的产业去发展，所以就比较穷。对，沿海的国家它很有钱，然后到阿曼，开始中间越开始有一般人，然后到沙烏地开始看到穷人，然后到约旦就是看到贫苦的人，然后伊拉克就也是一样。那你骑摩托车在那边做跨国摩旅，算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事情，在当地人来讲，算对。然后对整个，因为你说跨国摩旅有个 group 的一个族群，对他们来讲也很少到那边骑车吗？是因为中东是一个在全世界都是被一个比较少理解的地方。对，他们其实有很多漂亮的景色，他们很多山，冬天会下雪。但是很多人因为资讯没有这么多，所以他们比较不会去。像我当初也没有规划要去，我去单纯就是因为
它空运到那边比较便宜，然后我到杜拜之后可以一路接到欧洲。所以我想先切到你一下，你原本的计划路线是什么？原本计划是印度出来，巴基斯坦，然后阿富汗、伊朗、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就走上面嘛，又不会走到下面的半岛嘛？不会。但你现在就是反而就是瞬间移动到那个下面的半岛，下面半岛开始往上走去土耳其。对。好 ，OK， 没问题。然后你继续。你刚问题是什么？没有，我切断你了。对。应该说，我刚刚问题是，对跨国母语的歧视族群来讲，也很少去阿拉伯半岛。相对来少，因为所以它不是在那个欧亚的必经路线上。它不是在欧亚必经路线上，你可能它是一个绕路，或者说你要空运、海运。对。第二个是，它是一个被大家低估、比较没那么理解的地方。对。那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美国都是一个新的地方。对我们来讲的确是，那种海岛型国家来讲。然后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要进中东陆路的话，你要经过伊拉克或叙利亚。在过去几年他们是比较战乱的环境，但这几年有在变好，有好一点。对，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就不会进去。那所以你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人的故事可以在中东讲，阿拉伯半岛讲？应该说，好，在中东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就是待客之道是一个很被崇尚的事情。对，我在中东很常是马路上的人，本地人就会说要不要去他们家睡觉。是哦，是不是黑皮哦？就是他们招手不是在招生意，就是说你要不要来我，或者是我可以以一个台湾人的身份，像台湾很常会说，台湾人很好客很好，然后例如说你去环岛啊、走路啊，或者是你发现台湾人很美好，这事实没有错。对，没错。会给你吃，会给你打招呼，会跟你微笑，然后会给你水。但在中东，它是另外一个等级，他是说，你晚上要不要来我家睡？这是他会知道你有一个需求是你要找地方住。他知道你有需求，他知道你是旅行者，他不是观光客。然后在一个炎热的环境，所以，例如说我去餐厅，有时候他不让我付钱。是哦，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我旅游经验，我很少去一个地方，然后人家不收我钱。但这种都很常发生。那是不是在台湾混不下去，可以去中东白吃白，假当是徒步旅行白吃白的？如果你去，然后你用一个你不去观光景点，你骑脚踏车、骑摩托车，基本上就会是这样。是哦，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把你当做你是个旅行者，你不是来观光的，你是真的想了解的地方。那他们会真的是乐意的那个。像我在海关的时候，他们就是给我水，然后给我吃。对，我没有在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身上就说他们要给我水或者给我饮料，服务或者是一种对你的态度，友善的态度，就是友善的态度。然后我很少我没有在其他国家说你去吃个饭，然后有人说有人帮你付掉，而且还不止发生一次。是哦，这么厉害。还有我如果晚上出现在一个地方，例如说我晚上6、7点在伊拉克的街头，我吃晚餐，然后还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就会有人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说那边有旅馆，或者是你可以真找不到地方，你可以来我家睡。就是他们这种人与人的信任要很高啊。我在台湾，我生活20几年，应该说不止台湾了，其他国家不会待客到这种等级。欧洲其实也有一些是这样。是。但就我成长的环境，对，我们知道，我们帮忙，我们认为的好客，在我经历中，那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但因为他们的程度是来，我可以讲一个例子，是我在阿曼的山区的时候，我那时候找一个露营点，对，然后我就问，这边有没有地方可以露营？我可不可以在那边？我问一个当地人，对，他就说你不用在那边露营，来我家睡。然后那时候是7、8月，很热，晚上还有40几度，然后我到他家，他客厅非常非常大，然后他就招呼他的妻小，不是妻小，他弟弟，还有他小孩说，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他们已经吃完了，但就一桌很丰盛的菜，然后就看着我吃，然后就说，你就睡这有冷气什么什么，很舒服，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可以找到有冷气的地方。他们拿出他们最大的资源和诚意来对待你，一个不认识的人。对，然后我后来了解到，我那时候以为，他们家好大，很有钱，但其实那些是免费，然后他本职是计程车司机。对，你刚讲那个，他就算可能没有非常有余裕，或是可以怎么样之类的，但他还是愿意拿他的家里的资源来
不是供养你，就是来服务你。他不是要让我吃饱，他是要让我吃饱又吃好。对。然后隔天早上也是早餐、午餐，他们希望我继续留在这或怎么样。哦。对他们说也是个很新鲜的人啊。对。他们也很好奇，因为我去那些地方是他山上的一个乡村。然后不会平常会有客人来，平常不会外国人来，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很好奇我这个人从哪里来，然后在干嘛，在想什么。你可以和他们语言沟通吗？可以，他们可以用基本的英文。那我基本上会用阿拉伯语翻译。OK， 好，原来如此。所以，我刚才想到什么？就是中东的人好客是完全不同等级。对，跟我们在讲好客是不同等级。等一下会讲到那个中东骑车的话，你在沙漠骑车。但是我在这之前想要先讲的，我觉得是不是对伊斯兰教文化来讲，就是旅行者是不是也是代表一种求道者的感觉，所以他们会去帮助这种求道。这个我不清楚，但我那时候做的是我 po 影片在网络上，然后开始有人跟我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我觉得很特别是他们在对我的这个过程，他们不会跟我说伊斯兰，他们不会跟我传教，对，所以我很讶异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他们有背后宗教的动机，但也有民族的动机，对，但宗教的动机是占一个很大部分，但我觉得那时候我感到很好的地方是，他们不跟我传教，对，他们就对你好，对我好，对我好，那结束后他也不会说因为什么对你好，10个有8个不会讲，对，然后有2个说阿拉怎么样，但他不会说你要信阿拉，他会讲阿拉对他的恩典，但是他不会要让你要去皈依伊斯兰教，他不会让我去，他就只是说，你想吃，你想住，你想有这个需求，那符合你需求，好。就这样，那他就是让我感觉不带目的性，但我后来知道他们的宗教有规范，他们要这么做。原来如此。你会我现在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去他们家做客或怎么样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觉得你要给他们情绪价值，必须得跟他们交流那种心理压力在？然后第2个点是说，你觉得他们是本身生活是开心的吗？他们对待你是开心的吗？快乐的吗？好，第一个点是有没有必要跟他们交流，就是我不会有压力，是因为对我来说，我到一个国家，我每次见到新的人，他是一个我很喜欢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人，因为他有本身他当然是不排斥我，他是对我没有戒心，他才邀请我去他家嘛，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认为最好了解当地人的一个方式，去看他们怎么生活，他们的职业，所以我第一个我不会有情绪压力，不会有说要怎么样，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第2个是他们对你们做这些事情，他们你会有感觉到他们是真的开心快乐对待你，然后或者是说，然后我的反应其实是他们会不会因为宗教的原因不得不对你这样做？其实他们心里可能有一个最底层可能是有一点觉得有点麻烦，我不愿意这样做。有这种，我没有这种，但我可以跟你分享，在其他国家有这种感觉。有些人他邀请我去他家，就是他那个程度那个欢迎程度是有差别的。对，有些是，他们是不让你洗碗，也拒绝拿你钱。对，中东啊。对，然后就有点是被服侍的概念。对，你就被服侍，我感觉很多人。但如果是互相，可能好，就我的自身经验，我如果有一个朋友或一个在台湾人去他家，我们会有一个礼尚往来概念。对，就是我到你家，我会带点东西或怎么样，有个水果，有个什么，然后帮你有个礼啦，有个礼，就是他对你好，你也对他好一点。对，就是互相的，我们会有一个互相的概念，我们的文化。但他们是，如果是他招待我，他们是不接受这个概念的。他不希望你付出任何东西。他不希望我们是互相，他希望他是单方面服，他是招待，对。例如说，我后来有一些我会带一些，例如说东西，一些。但他们是拒绝，我知道你的东西，金钱是完全拒绝。那如果有东西，他们也拒绝，他们就说，他做这件事情不是要这个，那他们不应该收任何东西。酷哦。所以你在中东算是一个食衣住行这部分蛮简单可以解决的事情。对，食衣住行很简单被解决，还有一个特点是，我在沙烏地阿拉伯13天吧，我睡了12天清真寺。睡12天清真寺，我有跟你讲过吗？没有，你没跟我讲过，你可以现在讲。清真寺什么感觉？沙烏地阿拉伯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然后要穿越很多沙漠，然后到达下一个地方。那有些
好，在台湾有些是250公里到下一个地方嘛，在沙特阿拉伯是500公里到下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骑400公里才看到一个居住区。对，那个居住区也不是有人烟的地方，有人烟，其实就是一个加油站，还有一个清真寺，还有一个超市。它就是卡车在经过的补给路线。然后我到沙特阿拉伯第一晚，我到一个加油站，就是个有人有超市，有各种机能地方。它不大，就是一个加油站旁边5栋建筑物。然后我说，我可以在这边搭帐篷吗？我就问那边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你不用搭帐篷，你进来清真寺睡。其他国家我没有碰到，很少，但第一次我是碰到沙特阿拉伯，他们就说你可以来这边睡。然后进去发现很多人在里面睡觉。是很多人在里面睡觉。你是卡车司机吗？就是对，卡车司机。卡车司机也可以在他们里面的卡车睡觉，但清真寺就是一个可以服务大家的地方，有躺着的地方，然后还有洗澡、洁净的地方。然后还有冷气。有冷气在。他们有电力有，晚上还是30几度，所以有一个躺的地方，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个奢求，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享受，因为我在外面搭帐篷还会流汗，对你没有办法在那种地方睡觉，非常困难。但等于是你想象我在沙漠骑了300-400公里，对，就是旁边都沙丘，对，然后看到一盏灯，你是晚上骑？我那时候是晚上骑，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黑黑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路而已。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你看到月光和星星，所以你整个环境还算是亮的，不是伸手不见五指那种。对，那时候算是一个很特别的骑乘体验，就是你感觉会说，晚上骑车什么都看不到，然后我是看不到没有错，对，但它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光害的地方，然后很多星星，然后那个月光就足以照亮整个大地，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因为沙特阿拉伯有一个，它叫全世界最大流动沙漠。沙漠是有很绿洲什么石头，它不是，它就全部纯沙丘。对，全世界最大纯沙丘的地方。然后我就那时候骑车穿在那边，你就看到完全没有光害，然后就星星，然后月亮照亮大地，就是它我不用开灯我就可以看到了。你不用开灯就可以走，我就看到整个路况或者是怎么样。你的 Ténéré 700的车灯只是照亮路的更清楚而已，照亮更清楚，但其实不开也可以走。不开也可以顺走，但比较慢，比较慢。就是他如果走路的话，他不开灯，他是就等于说他是一个照明。那个骑乘环境还有感官的视觉上体验是我在其他国家没有办法体验到的。我觉得那个太特别了。那是一个很特别，所以对我来说，虽然白天很热，我不太能骑车，但是晚上这个体验是我没有想到的。沙特阿拉伯因为中东那边的路都是博尔路公路吗？还是你有需要跨越沙漠这种事情？你要看 GPS 我都两件事情我都有做。你都有做过？跨越沙漠应该是很危险的事情吧？我有跨越沙漠一次，我那时候做法是，我找一个当地人，我说我想跨过沙漠，你也跟我走一次，你可以带我走一次。那他愿意？我有给他钱。有给他钱呢。他们那边，我那时候在约旦。在约旦。他们也不有钱，然后反正。好吧，我也是促进当地经济。对。然后带我走之后，我就有那个轨迹图，GPX 轨迹图，不是 Google 的好。然后对，我第一次穿越，然后我到另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城镇睡一天，观光一下，然后回来。你要走原路的轨迹回来？也不是走原路轨迹，就是我是在那边探索。但我知道最后要怎么回到你的路线点上。对，我知道，因为我是可以看着轨迹，我探索2个小时，然后我知道要天黑了，然后我知道。回到那个村庄的沙漠的路线是什么？那个沙是什么感觉？是那个沙地骑起来是什么？其实要看太软了，会不会太软很难把车子？有些地方是很软，所以，但它会有那种4人驱动汽车在走的路车径。车轨还是看得到。有些有，有些没有。但如果是对我来说，因为 T700它本身是一个越野设定的车，对，主要是轮胎，但我的轮胎其实不太好，我是原厂胎。你不是那种 off road 专用的？我不是 off road 专用，不是90%，我是70%公路，30%越野。你70%公路，所以我那时候你越野没超过50%，对不对？我把胎压降得到非常低，我降到4 psi、5 psi。哇，这么低？其实一般来说大概降到10几就可以，但我是原厂胎，所以我降到非常非常低。45会不会脱框啊？45有脱框的危险，就是那我驾驶上要很提神，例如说，我不能撞到石头。你不能油门不能开，45可以吹到油门吗？ 45可以吹，但是好，我不能急速，就是
好，有时候骑起，然后我沙地转弯，我不能太激烈，因为它会有个形变，所以对，我就是直直的走，然后不要让轮胎内胎有一些意外的起来，例如说碰到石头，然后蹦一下，就不能让它压到异物，或者就尽量都是直直的走，直直的走，然后不要有太大的急刹或加速，也不能转弯去扭它，不能转弯去扭它，胎壁不能这样扭，就是不太能扭，对，主要是沙地骑士还有就是停下来会有点麻烦，所以我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能停。我一停下来很难继续走，而且你会软，然后车子不好立起来。对，然后或者上坡的时候绝对不能停。对，其实你在做很多台湾越野骑士也做不到的技术和观念和想法，我觉得这是超厉害的。台湾沙滩应该有这个环境吧？但是我这题外话啦，因为我觉得台湾人玩越野车的感觉就是，因为台湾到处都有安全，到处都有的补给，有的救，然后大家一起出去，其实大家就是骑车就是越的开心，谁摔车或谁怎么样，可是大家不会去有意识到，今天他不去提升他的技术的话，他会在某个地方卡住，让他可能没有办法补给，丧失性命这种人身危险这种可能性。其实对我来说，我也是有卡住。对，我在中东有个无人区，也是我摩托车在一个坡卡住，它是一个碎石坡，它不是一个路，然后我骑不上去，然后我在那边卡了3天，但我对卡住其实我是很接受这个方式，我是很接受我卡住的东西，因为我去骑那种无人区，我是会带3天的水，然后3天的干粮，就是临时啦，你可以活3天就对了，我可以活2-3天没问题，然后我不怕，因为就是我在好卡住没关系，我在旁边搭帐篷，你先休息，我在这边搞，对，然后降低胎压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进展，但可能不是每一天就可以把这搞出来。对，那我搭帐篷，然后我就吃喝，就在那边搭帐篷搭个2天。对，可是那么热的地方你不会脱水，那太快把水喝完了。要去计算，你要计算，你不能爽喝10几公升的水吧？你爽喝完，你真的会有生命危险，对不对？但我其实我知道我到下一个补给点，例如说，我的说法就是，我到下一个公路有多远？我到下一个公路到村庄有1小时，我可以走1小时内，那都是还好。我知道我有这瓶水可以让我走1小时到那个地方，其实就可以。OK。所以，会有卡住的时候，有卡住，我在印度喜马拉雅山有卡住，然后我在泰国有卡住，我在中东有卡住，我在欧洲有卡住，但就是我应对方式啊。你有办法去很客观去想怎么应对这些东西。我知道怎样我不会死。对。然后我知道我可以找牧民，我可以找路过的人，我可以找卡车司机，我可以找村民，对，帮助我。你有这个能力，其实很多台湾人想象不到，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是在一个太安全的环境，大家已经有点不太知道，真的遇到危险该怎么应对。我觉得台湾人其实是这样。我对台湾不熟，我知道你不熟，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没有你讲这些东西，比起其他国家人，台湾人更难想象，因为台湾人很难有那种真的很危险，让你到生命危险的地方。我之前你知道司马库斯吗？我知道司马库斯。我那时候骑我爸的125上去，然后后来摩托车，它是一个继电器坏掉。对。那其实我那时候就发不动了。它会很快没电。它很快没电。换电瓶没用。那我那时候其实我就晚上推，然后原住民经过他就把我载上去。对。你说类似这种感觉吗？对，就是我在台湾有类似的经验。那我那时候我没有造成，就是我觉得那还好，那就是。因为公路会有，对我来说，它只要是个公路，它就不会有问题。对，没错。因为公路就是会有人经过，那就是1个小时经过和1分钟经过的事情。对，没错。那我那1个小时经过，我其实想过，我不管是这趟旅程或之前，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载我到附近城镇，然后我摩托放那边，然后我隔天去拿回来。对，拿回来或者花笔钱找到救援。对我来说，我不会死就好。对。我最差就是汽车。对。然后找人回来救援。对。我其实也做过好多次这种事情，也干过几次这种事，所以当我知道有这种情况我还可以处理的时候，我的冒险就会更加的激进。你就会骑得更凶，在有些沙漠的地方，我就会骑到我知道水带够，我知道我不要死就好。对，我知道我不要死就好。对，当然我这趟旅程我有带卫星通讯设备。以免真的万一的时候，你可以。以免真的万一，就是我可以，因为没有网络的地方，沙漠没有网络，可以那个扣我记得是蛮贵的，但是至少是一个救命的东西。它不贵，但是有付月费。对你有付月费，几百块台币，然后
Garmin InReach 那是一个设施，对，反正会用的。原来如此。但我有准备，但我可以接受最坏情况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对，我觉得这个点就是我刚刚讲到有一次，就我讲台湾人或外国人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你觉得可以接受，其实大家不能接受，对，但你还是也不能接受的东西，像印度人住宿。我那个对啊，是这样。但我们回到沙漠来吧，就是好，那你既然讲的可以那样子玩，那你是不是可以就是完全不看 GPS 轨迹，就我直接点个 A、B 点直线，然后骑着那个沙漠走？那时候，然后不要太大波度就可以，其实不要有一点波度可以，但是再有一点波度，可能30度我就爬不上去，那车爬不上去，这太重了。我没有适合的轮胎。你没有适合的轮胎，只要速度够快就可以上去，但是我没有适合的轮胎，可以再初始累积那个速度上去。OK， 原来如此。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台 Ténéré 的话，你有一个很好的轮胎，其实你可以就是在地图上直接画一个 A、B 点，然后沙漠这样骑过去。你觉得可以办到吗？我没试过，理想上是可以，但技术上层面上我没有试过，但我不知道。伊拉克算是当初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但是我要离开中东的话，只有伊拉克和叙利亚2个国家。它跟土耳其接壤。对。那叙利亚的跟土耳其边界是不开放外国人通过的。是哦。它只有叙利亚人可以过。叙利亚人。在我那个时候。那伊拉克是可以。那时候伊拉克，其实我觉得伊拉克也是大家一个有很高误解的地方。我那时候有做功课，我就是看有没有人骑车骑过去。对。我发现是有。然后我去看他们的，我就搜他们的社交媒体，还有看他们的一些回报。然后发现比想象中的好。比想象中的好，就是说过边境、过海关，然后要安全。对，然后我那时候，好，这就是问题。台湾人签证有点麻烦，有点难搞，但是一个很长故事。但最后，反正我把签证搞定，然后骑进伊拉克。我从约旦到伊拉克，它是一个伊斯兰国的残存势力。对，它不是伊斯兰国控制区，它是伊斯兰残存势力，所以它是一个高度军方戒备的地方。对，所以所有外国人，除了伊拉克人还有约旦人之外，他都要军事护送，就是伊拉克军法会军事护送。等于说他护送你400公里到那个伊拉克首都。所以有人会跟着你，你就不用担心。他会把你护照收走。他会把你护照收走。他把你护照收走，你就得跟着他。然后有点像一个接力棒一样。他10公里就是一台军卡。40公里就是一台军卡。原来如此。然后我就是像一个接棒被传。你是骑摩托车跟在你旁边，还是他在我前面？他在你前面。你其实必须得跟着他就对了。然后到一个地方他就等，然后等下一个人过来，接我，他再回去，就是一个很多等待的过程。然后有时候他们开很快，有时候开很慢，有时候他车子开不快，有时候他会开超快，120、130，但还好对我来说，对，还好。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但我可以从他们感受到他们是造成我，他们觉得造成我麻烦，但他们也不好，他们护送你的人也不好意思的。他不要，他这是不用付钱，但他们觉得造成我不好意思，虽然。我花费他们很多资源，那他们是觉得造成我麻烦，他们会有很不好意思的感觉，但是他们也是遵照规定。对。那当初会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如果你是台湾人，你不能进科威特，因为他不发旅游签证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离开中东只有这个方式。但是你搭飞机没问题，但骑摩托车我一定要有人跟随，我只能走陆路，对，我不能像观光客一样搭个飞机就走，我必须把我摩托车一起骑过去。所以我那时候看我进伊拉克的时候，他们说这是这个边界第一次有台湾护照，他们系统里面没有他们要重新设定一个系统，他们没有看过这个护照。伊拉克它算是和中国比较好，还是它很亲中国这样？很亲中国这样，但是它跟美国也是有军事合作在铲除伊斯兰，所以中国人去也是大概会是这样。任何外国都会去这样。原来如此。那所以你就是一路被护送，其实是比较安全，但是比较没有那个没有故事的一个国家。不是你看到什么特别的？伊拉克有一个，伊拉克他们的好客程度是有一个，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有一天我想去一个地方，它是当年那个是叫宾拉登吗？还是海山？忘记了，被抓捕的地方。对。它的巢穴。那要进去的时候，它有个
很大的军事检查站。其实伊拉克每个城镇都有出入口都有很大军事检查站。对，那我进去几乎每次被检查，因为他们会说你为什么来这？对，他们很好奇。那在那个军事检查站，他就是不让我过。对，不让我过就不让我过。对，那时候是6点吧。反正我没有跟他们吵架，我是一直想过。对，那他们就说，你吃饭了？我说还没。他就把我拉进军营，然后4菜1汤那种，就是很丰盛。对。然后他们的饼啊，各种配菜，还有一杯饮料。就我可以看到是他们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吃。就我那时候一个感受很深刻，其他国家军方根本不会这样对你。对。你要滚就滚，你这里不要待。但他们是关心说你吃饱了没？对。那我们东西不多，但我们可以拿出我最好的东西给你吃。对。再来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有地方睡？”我说：“我随便拿，我露营都可以。”对。他说：“那你就在军营这边露营。”所以我等于是在那边吃和这边睡。他们原本想让我去他们的里面睡觉，但我那个帐篷里面我觉得比较舒服。原来如此。然后，所以你有得选择，对不对？那时候是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吧，就是其他国家军方根本不会鸟你，他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人在照顾。对。但他们是把我当一个人在照顾，即便是他们不让我过，基于规定。但是我在伊拉克第一个冲击，第二个冲击是我在伊拉克，我只要到一个大城市，例如说他们有一个城市叫 Moto， 我在马路上他们的人就会跟我说欢迎。有些地方我可以知道那些是他们欢迎，那他们想卖我东西。对。或者是他们有目的，但伊拉克是没有目的。我至少我的经历，我在伊拉克大概1个多礼拜。他们的人是没有目的的对我。展现友好，然后我说：“你需要什么帮忙？你要找地方住吗？那你要去哪里呀？”他们想帮助我指路，想知道带我去，就是帮我解决问题。对，他们不求回报。然后异常的友善。我伊拉克给我感觉是他们是在战争结束后很积极的想要建立自己的形象。对，然后他们的方式是扎根于人民。但伊拉克有个特色是，他在人多地方到处是军卡。他们我不会说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但是它是一个高度控制。就我可以再讲另一个故事，就是我在伊拉克巴格达首都有些地方，我去观光客，然后有一些当地人来找我的时候，基于好奇，他们没有整个过程没有恶意，就是好奇。但军方就会过来。对，他们军方的人太多了。他们会担忧我是不是被找茬。原来如此。对。就是我在伊拉克没有不好的经验。你在伊拉克反而印象蛮好的。我印象是中东前期好，可能是我认为我这趟旅程最友善的地方是伊拉克。是哦。你想象你到一个地方，你去旅游或者你去做什么，然后马路上人过来跟你说 welcome。然后当然我骑摩托车会想跟我拍照。对。然后问你需要什么问题解决啊？我在其他国家没有这种待遇。他们不会这样对待外国人。OK。那你事后去看，你会知道他们是有没有意图嘛？有些是就是说要卖东西，有来我店里，印度或者是东南亚各个国家都有这种的，然后或者说卖你东西卖特别贵，卖你一个小吊饰，像你去巴黎，我去巴黎就是卖个小吊饰，他对你好是有目的的。但我那时候在伊拉克，他们对我好是没有目的，他们没有卖我东西，甚至要给我东西吃。原来如此。所以呢，伊拉克不是我原本的计划，但是你得到了很多你想象不到、你想意料之外的收获，人性的温暖啊。那有一个特别点是，我在中东有1个月没有看到女生的脸。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掩面。第一个地方是阿联酋，对，因为它是开放的地方。对，阿曼、沙烏地、约旦我没有看到女生的脸。但伊拉克我看得到女生的脸。他们没有特别，他们也有伊斯兰文化，但是没有特别。他们是伊斯兰教没有，但是执行的严格程度没有这么的像其他国家、周遭国家这么深。如此。人文环境觉得很特别，但是说真的，你在西城的路上都是被护送的，你没有办法去探索其他地方。只有一段，但是之后我可以自己去想去的地方。不过有个问题是，有些伊拉克有个特色是，它每个城镇都有很大的军事检查站，然后很多十几个持长枪的军人，然后对每辆车每个人做排查。所以旅行上会有一个困难，就是会阻碍你的时间。尤其我是外国人，我一定是被拦下来那个。对，明明是。但是至少
它在骑乘上算是安全的，然后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和地景呢？还觉得跟有在有，但我没有去探索。没有办法去探索，还是没时间。没有时间。它北部伊拉克有个库德族自治区，哦，对，库德族我知道，你听到，但为什么没去？不能去？那时候是为什么？别忘记，我好像想赶快进到土耳其吧。你是有等下，你是有其他时间压力，或者是我自己有，但你想不想？假如说你有在那个时候你有条件，你想不想去？我现在有点后悔我没有待很久，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一直都有时间压力，因为我是过年前回台湾。对，哦，你有在赶路，有一点点赶路了。有一点在赶路，然后有时候气候的问题，例如说中东好沙烏地，它真的太热了。对，它在消耗你的精神，那想赶快离开，对。它就是白天我不能骑，然后晚上就我没法探索，这个停下，气候环境不允许。那伊拉克也有点是这样，很热，然后8、9月很热，他们7月是到45度。对，所以我环境那时候不允许，但是我感受比较多是人文的。没有，那时候我去看伊拉克跟伊斯兰国巷战的地方，它是整个断垣残壁。巷战对，你好像有 po 它巷战的地方，所以你去看那是什么战争啊，还是什么样？就是伊拉克跟伊斯兰国，伊拉克和美国军方在斩除伊斯兰国的大本营 ISIS。对，然后因为巷战它是一个很难进的地，很难打，对，很难打的地方啊，所以那边是死伤最激烈。因为你要真的人肉体进去，然后蹦，你都是近距离一个拐向，然后对，所以很多那种弹孔啊、轰炸的痕迹，然后断垣残壁，真的是断垣残壁。然后你去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打完很久，已经变成大家都可以进去看看的地方。它有点像是在恢复重建，但是它保留一个区域，它特别是要让人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它其他地方是还是有在整修，它其实整座城市都在整修，但是它就保留一个区域，让你看到以前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原来如此。那以后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我觉得很可怕的就是你真的到了一些地方，然后人们都在进行战争或者是一些怎么样，可是人类就算这些都是被保留的，可是人类还是会继续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末日相信蛮可怕的，就是比较算是亲眼看到战争发生的事情。对，现代战争。对，现代战争，我就算是见证者，之后人们还是不会学到教训，还是会继续进行更大规模和更科技化的杀伤性的行为。我觉得是很可怕，但我觉得也是人性的部分。尤其是地面战，它是人和人之间的，它不是像空炸，那是不一样，那已经没有人性了，那个就是指令和丢炸弹而已。我觉得那个近距离战那才是一个最冲突血腥的一个人性的地方，因为炸就是蹦就是没嘛，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那个激烈程度在那个地方，在伊拉克的地方是可以感受得到，因为你就是看到一个子弹孔，对，弹孔，然后密集的，然后墙壁断掉。OK， 所以最后你就是但是土耳其对啊，要土耳其，所以因为大家就是会觉得说，就是你从中东啊，或者从半岛就进入欧洲，进入到一个比较相对文明世界了，所以是不是接下来在欧洲旅程就比较轻松了？只是温差的幅度有点大，因为中东的话是40、50度，可是到欧洲的话，可能瞬间天气变凉，所以经历过很剧烈的温差的环境。你说有包含土耳其吗？还是怎么样？还土耳其很热吗？那时候是几月？那时候是10月。10月。对，我整个10月都在土耳其。你这个10月在土耳其这么久？33天。你为什么在土耳其那么久？其实我没有想在土耳其这么久，但我去了之后发现，它是超出我的预期。应该说它很多那种我们讲说一望无际，然后无人区的大山，而且都是碎石路，不是柏油路。我在其他地方可能找到这种景色，就它是我想骑的地方，就是可能100-200公里都是非铺装，然后看得非常非常远，然后都没有人的山。所以你觉得土耳其就是一个骑 ADV 车的一个天堂的一个地方，就是算是，因为都是你要的。很多欧洲人也会去那边骑，因为欧洲其实不太有这种景，就是那种大景，不是说欧洲有山没有说，但他们没有一望无际的大景。相比土耳其啊，土耳其就真的，我也去过土耳其，我觉得土耳其真不错，然后骑的感觉很舒服，只是路中间也会有动物这样子，算是吧。土耳其就是
有很多这种地方。没有，就是到那种地方就比较野的地方都会有。不过你在33天具体来讲，在到你是在做什么？骑车，还是因为当地的人你待那么久？土耳其有个路线其实欧洲有个路线叫做英文叫做 Trans-Euro Trail，它是一个穿越欧洲大陆的小径。它是主要以非铺装，然后不会到非常困难。但是都是非铺装，90%以上都是非铺装路线。我那时候是走这土耳其这路线，它算是一种古道吗？一点旧的道。精确来说算是一个木道或林道。台湾应该有这种东西，我在猜。应该会有类似的，但如果是穿越欧洲的 trail 的话，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长。我这样讲，台湾没有一个概念叫做牧羊人。台湾的确没有。它是随着季节迁徙的一个民族的职业。对，夏天它往山上跑，然后山上住石板屋，然后让羊去吃草，然后冬天快到的时候就把羊带到山下。所以它那个路其实不是一个交通要道，但是很多牧民或农民会用它。就等于说没有动机去把它弄得非常好。所以对骑 ADV 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天堂，因为我们不想骑太无聊的公路，太无聊、太铺装，就是柏油的路面，然后那个也不会说到极度困难，就是不会说像可能200cc、250cc 的适合骑，它也很适合这种500cc 到1000cc 甚至以上。就是比较平的又比较长的非铺装的，那速度可以拉到比较高的那种路，算是对，稍微高一点，40-50。在欧洲有很多，英国也很多这种，然后土耳其很多这种。那我那时候主要就是骑这个，所以像有些人他可能一天可以骑300-400，我骑这种就没办法骑300-400。可能一天100多，就有时候就不错，因为他有时候是你会一直想停下来看欣赏。对，没错，不是一直赶路，而是欣赏那个。所以你就是这样子在土耳其待这么久，然后就看土耳其各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因为这种东西都是经过土耳其的村庄。那些村庄都是没有观光价值的小村庄，但是我会觉得很有特色啊，就是像你讲，你会想去没有，你讲的，就是像土耳其的那些名胜景点，比如说卡帕多夏、伊斯坦堡，我也有去，安卡拉，但那种就是很大家认为的土耳其，因为大部分土耳其是去看这些伊斯坦堡。对，那如果是这种乡村的路，我觉得比较能体现土耳其大部分人的居住环境。大部分不在伊斯坦堡和安卡拉人的居住环境，就在核心地区的地方。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会想去看这种人文的风景。我在伊斯坦堡就可能待个2-3天就走了。跟在土耳其其他的小地方待了蛮久的。应该说进入欧洲，你从旅程出发到进入土耳其，进入欧洲，差不多花了多少时间？11个月吧。那时候是11个月。所以你在最后的欧洲大概就只花了3个月多，快3个月，快3个月。但你又花了33天在土耳其，土耳其就33天，对，所以其实你在欧洲的1/3时间都在土耳其去探索这些东西。1个月在土耳其，3个月在欧洲。1个月对，不包含土耳其、欧洲。但这样时间比例大概差不多 OK，就是到了欧洲之后，可能速度就会比较快，也比较舒服。那你就是你那时候不是在伊拉克的时候就想说也有时间压力，想赶快走嘛？但到土耳其又停下来，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到了欧洲，你突然时间压力就没？你觉得你想要拼赶路的话，就是不用1个月，可能2个礼拜就可以到达英国这样子？算是吧。我那时候其实进到欧洲之后，1个礼拜其实就可以从最东边到对，没错，保加利亚到英国，但而且那时候其实很不适合骑摩托车啦，就是它是越冷了，11月、12月，然后有点冷是还好，主要是山上他们山区 Mountain Pass， 他们讲 Mountain Pass 是关闭的，跟积雪，对，有点像武岭不能上去了，然后它1年可能有3个月武岭不能上去的感觉，然后很漂亮的景都是你往越高的地方才看得到，然后那时候就基本上都关闭。那所以你最后就是大概玩完了土耳其，然后你土耳其大部分都去过了，也没有大部分，没有大部分，都蛮大的东西贯穿东西，然后一样就是看着比较没有人烟的地方就去走那样子的方式。
然后慢慢的就是经过土耳其，算是吧。对，连线也骑不远。对啊，一天骑不远，但你花了33天，还是蛮久的在土耳其。我觉得土耳其有个特色就是，它是我旅程中好客程度算是前2名的国家。哦，怎么说？我可以给几个范例，就是好比说我今天去乡村一个加油站，我去加油，然后那时候12点，然后他们就帮我准备一套类似3肉一菜3主菜4副菜的料理，就等于他们在吃，然后他们邀请我去吃。中午12点。中午12点。哦，这么好。你想象一下，你去台湾加油站，然后他可以说，午餐呢，我们其实才吃鸡排饭和那个猪肉饭。哦，好那种。这种概念。对，台湾人这样就懂了。你这样子解释蛮适合台湾人理解。我在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这种东西，或者说有一次我去他们一条路封了，它是一个墓道封了，小路封了，然后经过村庄，我再折返回来。对，我就问一下说，这个路是真的不能走，因为我看没有路。他们说是，然后他说，你会不会饿？然后反正他们就是把我拉上去吃个午餐。我觉得这个经也很难得，因为我自己也在台湾骑很多车，我在台湾里面有自己骑车探索，然后我在其他国家也有，但都没有这么热情，或是这么愿意招待你这样子。就那个频率之高是让我有点惊讶到，或者是如果我晚上5、6点出现在一个村庄，他们就会说，他们就直接邀请我去他们家睡觉。哦，所以你到了土耳其还是这样，有感觉到很多人情的很欢迎的那种感觉。他们的民族性，我觉得是蛮这样的。土耳其也是伊斯兰教比较多嘛，它会不会跟我觉得跟伊斯兰教有关系，但也跟民族性有关系。因为像好，我讲个比方，台湾很多咖啡厅嘛，对，土耳其很多咖啡厅。那我经过咖啡厅的时候，我只要跟他们点个头，他们就会请我喝杯咖啡。是哦。但它不是，它就是一小杯一小杯很便宜，就是那你可以一直喝一直喝。对，可能一杯30块40块，但是就是很小杯。哦。可能我是外国人吧，因为我就跟他们讲说土耳其人你好，有时候不想就点个头，或打个招呼，就对到眼的概念。哦，他们就想要你来，你下车来喝个咖啡休息一下。对，他们也不是老板，他们就是客人。他们是整个去喝咖啡的人。像我在台湾，我在其他国家，我在东南亚，我在中东，我在印度，经过饮料店或者什么，刚好对到眼乡下城市的，他们也不会做这种事，就是这是一个大家基本上不会去做这种事。对啊，基本上不会。但在土耳其是你跟他对到眼，他知道你是外国人，他就请我喝咖啡。所以很特别，就是他有很多好客的这种理念展现在不同层面上。但伊斯坦堡比较没有，因为它是一个大城市，然后越多的时候就不会去花太多骑士馆随遇到的人。对，是这样。所以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土耳其，一来有很美丽的景，跟东你骑了好一阵子，中东完全不一样。然后又到比较安心的地方，因为你知道真的要快速穿越到终点是很快的。然后再加上你到了土耳其，你很想要探索，所以在土耳其待这么久。然后那时候温度也蛮舒服的。对，那温度也舒服，但是想到接下来温度就要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如果说我会有点压力，可能骑过东欧啊、中欧啊到西欧，搞不好就下雪不适合摩托车骑车，甚至你要封车的，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压力？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那个东南欧，他们讲巴尔干半岛，对，没错。然后我也是继续走那个欧洲越野穿越路线，我就骑到下雪，不能过，我就不骑，就是差不多这样。你骑到下雪，所以进入巴尔干半岛嘛，就是三小国什么埃尔，不算，那算是有点上面，我是讲下面，下面就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那边，科索沃、北马其顿、希腊，我就继续一样往身上骑，然后遇到雪我就不骑，因为你再往上骑，真的会遇到雪，对，会遇到冰，然后如果还好的话，就是不是那种全面覆盖，我还是会骑。那如果是做结冰啊，有些是大部分是早上起来会结冰，然后到9点后它就会融化那种，我都继续骑。所以我待2个月在这种地方。就是不断的在这种小道里面这样走，有遇到人家又借住，或者是那时候比较少，因为欧洲就比较没有这种文化。主要普遍没有这种文化。对。而你好像还是有在欧洲就是卡住的经验嘛？
我在有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它是靠海的国家，也是巴尔干半岛。反正我有一天我就骑去一个山上，我就想走那个越野穿越路线。那个路线，我后来听当地村民说，它只要过了10月之后就不会有人使用。它不算是个主要干道，它算是一个捷径。然后是以前2战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在使用的。然后发现后来村民如果夏天的时候就会去用它，冬天是气候很多变，然后它就会坍方啊，或者是很多碎石，就变得很困难。总之我在那边有一个地方，快到山顶的时候，我就倒车，然后那个环境是很难去移车，或者它就是有车子有1/3在水在沼泽里面。但我车体没有在沼泽里面。然后我搞了大概2个小时都搞不出来。你拉不出来，没办法单独把车拉出来，太滑了。对，它是一个坡度。然后我后来就走下山，天黑后我就走下山。然后就找一个农民。就是他们是农民，他那也不，我还没找到村落，就是2户人家，然后找农民住，然后我想说隔天再上去一次，把它弄好。对，我就跟他说，我就带我帐篷下去，说我可以在你这边搭个帐篷。那他们就说你就进来住。对，我们一个你就可以睡我们客厅，我记得它是一张小床啊。然后第2天我自己上去，还是弄不起来。对，我再走下来。你再走下来，尽量帮忙。再走下来，然后这时候他们2户人家，那我这时候就去另外一户比较近的，他是牧羊人。对，就现代的阿巴尼亚。对，阿巴就是他就是养20几只羊，然后在那边过退休生活。不过他老了，然后简单来说，他就说，那明天他不建议我再上去弄了。他就说，那他帮我报警。报警其实就是找救援队。他说，我其实是不想这么做了，因为很贵，也不是很贵，就是我最喜欢的方式是，附近的村民，然后你跟我一起上去，然后你帮我弄，然后好，我给他一些酬劳，这样就是他们付出劳力和付出时间的不报酬。对，你不想要劳师动众，然后因为警察就是要从很远的地方来，然后就是我觉得很麻烦啊。对。不过他最后就说，这是一个对观光客很友善的国家。反正他来你不用给他钱的，就是他们的文化。反正他就是帮我叫警察，然后警察就开2个小时的车来。类似，因为它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然后它只有那种4轮驱动才到得了。后来他就那也要穿一些河床啊，那些小径。2个小时到，然后帮我带汽油。因为我那时候车快没油了。对。我要折返的话会没有油，但我继续走会有油。但是继续走可能更危险。继续走，对，然后反正他就是开2个小时车过来，然后有5个男生把那台车搞起来。你说包含你5个人？包含5个，然后就是他们几个都40几岁中年人，大叔啊，然后用绳子啊拉一拉，就真的是不好弄。对，反正我们就是5个人，最后就才把这台车弄下来，弄脱困啊。弄到一个地方可以骑。对，哇。其实花很多力气，但是他们态度怎么样？很友善，还是还好？应该说他不会让我感到压力。但结束后他就说你怎么会一个人骑在这种地方？然后因为这种比较困难的地方，通常都是会结伴。对。其实我今天如果再多1个人，其实就不会这样。对，没错。2个人就可以有机会是把它弄起来的。但我什么办法？我1个人从马来西亚骑过来，我要怎么找人？对啊，因为说真的，你要骑这么远、这么多困难的路线，基本上是结伴而行会比较有个照应。就是1个人风险其实还是1个人风险很大，但对我来说不可能，因为我如果要等人家去，我什么地方都不用去了。对，没错，你需要有自己自由度去探索自己想去的地方。所以那一次是我这5万公里唯一一次自己没有办法把摩托车扶起来。卡在唯一2次，一次是在泰国，这一次是你说老虎那一次？对，一次是泰国，一次是阿尔巴尼亚。就那台车我无法脱困。然后抬不起来，就那一次。不过所以这问题是说，我的解法是我要练的，我的力就是体格或力量要更好一点。就是脱困能力要更好一点，然后体格力量和怎么施力要更学习一点。因为 T7本来是一台它是倒下来很难撑起来的车，它是
全场平的。像 BMW 它更重，它多50公斤。对，但它的引擎是 Boxer， 所以说它怎么打都是斜的。它怎么打都斜的，所以你最难的是起来那个过程。然后起来过程跟 BMW 它不用考虑，它只要切到正了，那个是相对简单的。对，没错。只有在特殊情况才变更重。反正那台车也是给我一个教训吧。选车的一个点啊，我觉得不知道教训其实还好。所以如果你骑 BMW 大水鸟的话，可能也有别的麻烦，我也说不定。车太重，在沙漠可能更容易卡着。大水鸟就不能去那种地方。对，大水鸟就不能去。所以基本上还是挑了一台你最适合的车子啊。我是这样，我听完这个旅程大概是像这样子。不过接下来就是到希腊的部分了嘛。希腊的时候，其实到希腊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人关注你了。然后也有一些当地其实会看到你在欧洲，看到你在他的国家会跑来找你。其实这是我做，因为我的 Instagram 是用英文做的。对。然后它有个好处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就会，我每天都做短影片，它会推荐给附近的人。所以我到一个国家，只要3-4天之后就会开始有人，当地的骑士就会看到我。就他们就会被推荐到我的影片。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创作这个短影片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最大好处是可以连接当地的社群，是摩托社群或者是旅游社群。就是如果我单纯用中文，完全不会有这个优势。对，没错。算是我当初意想不到，然后实质上什么好处就是他们会很常叫我去他家睡。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是骑士会懂这点，长途摩旅有真的做这件事的人，他会懂一点，就是你不可能每天都找旅馆。对，一般人。所以他们会知道需求，我的需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个地方可以睡，对，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度过就好了。最简单就是他们说，他看到我说，我住这里，我住这城市，然后你可以来我家睡。所以我那时候我后来没有意识，我后来发现到这最大好处就是很多人会提供他家给我睡。就他们愿意帮助你啦，然后他们愿意大部分帮助你条件是让你解决住宿的问题，很好好休息这样子。算是吧，算是。这的确也是我这趟摩旅。住宿算是一个最大问题。对，没错，因为要300多天都去旅馆睡，那不是一个，那是一笔很大花费的。那不是一笔很大的花费。对，没错。不过至少骑士们都很帮忙这点，有时候你不用讲，他们就会去帮忙这点，因为他们你只要骑2个礼拜、3个礼拜、4个礼拜的人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在台湾应该不太会有，因为台湾1个礼拜绰绰有余了，那有人会骑到3-4个礼拜去跨很远的地方了。对，所以台湾不太会有这种想法和思维，但是我觉得不是台湾人比较冷血或者不够热情，只是因为文化还有地域的限制需求啦，就是没有这个需求。对啊，假如说你真的很饿，台湾还是喂你的，就是，但台湾人比较不会有那种长途穿越旅游的那种感觉。对，台湾人不会有那种长途穿越旅游的那种概念，他们不知道那个艰苦在哪里，或者说是派出所和便利商店啊、加油站这种可以补给的地方密度也蛮高的。台湾是，对，应该说，我后来思考是，台湾人不帮忙，其实一个很大原因是，你很快可以找到车行，你很快可以找到加油站，但在国外它是100-200公里没有加油站，或者是他们车行不像我们这么密集，台湾是到处都是摩托车店嘛。对，他们车行可能就是一个重机车行。那我觉得到欧洲的时候，大家比较多会骑摩托车的社群，相对的多，对，所以你会因为那个社群网站的，你会因为社群平台而去受到很多摩托车族群关注，社群关注，然后受到他们帮助。那我现在想要来聊一聊厂商的部分，所以你怎么接触到这些，就是因为你的旅游而关注到你的厂商，而他们是怎么在国外厂商和这种摩托车摩旅的人是怎么运作的？对，其实我算商业化很低的一个骑士，以我的流量来说，不过那时候我大部分是我主动接触，是我需要这个东西，例如说我要一个越野的软包，对，因为我原本的软包其实我是用一个很便宜的东西，然后用了4万公里，是它的价格是我不会去抱怨的东西，但是很明显它已经是快不行了，寿终正寝差不多了，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要一个市面上最好的包，一个美国的 Moto， 然后我就联系他，然后他就寄给我，他直接寄给你，
我其实还有其他配件啊，像货架，它不是真的载箱子，但它是可以绑东西的。哦，那这边可以绑不同东西用。我那时候都是直接联系原厂，因为我联系经销商不太可能有结果。也不是不太可能，就是我那时候也没想这么多，反正因为大部分的布品店它的总部都在欧洲，那我联系，因为我的受众分布是没有特别说很集中在某个国家，对，就是没有说到50% 以上。我的 Instagram 没有集中在特别国家，可能就最多一个国家就30%，其他都5%、10%、20%。所以对于原厂来说，可能他们会比较有意愿去，就是提供我设备，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曝光度。因为他们其实对我觉得国外厂商最主要的是，他们也愿意就是提供支援，提供 support。对，然后其实你说真的，他没有硬性规定要你拍到什么内容啊，或什么东西啊，要你特别讲啊，或什么之类的，你只要标记他们，然后图片有使用他们的样子，其实大概就 OK。我在那时候是这样，但我其实也才那时候才合作4、5个国外厂商而已。可是对一个素人来讲，或是你从刚开始骑摩托车来讲，然后直接就开始进行跨越欧亚大陆来讲，其实你可以接触到厂商，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因为说真的，没有一定的流量体量的话，你是很难接触厂商，是很难真的愿意 support 你。有一种因素，他们可能愿意 support。就假设Toyota 是个德国厂商嘛，如果你是德国人在做这件事情，他会带有一个民族的，或者说希腊也有一些布品厂商，那有些西亚人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很少西亚人在做这件事情，他是少数几个，他们就很愿意支持。他等于是那种已经不是说流量或者是商业，他们是一种国家之光概念，比较多是这种。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我能带多少流量是他们看的东西，因为我也不是欧洲人，对，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就会比较就是不是那种国家民族的荣耀，他没有那种民族情绪了。对，我不是他们的人嘛。对，没错。可是他们但就是因为可贵在你不是他们的人，但是你做的旅程的这个路途是受到很多人关注的，所以他们还是会愿意提供给你，我觉得这是不错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的东西寄到你手上，因为每天会在不同的地方，而且还不确定旅程。对他们来说和对我来说都是困难。对他们来说的困难是，假如说他们是直营 direct sale 的公司，就我们讲直销啦，对，那不太有问题，因为他本来就在做这件事情。例如说，你都直接去官网，他是每个公司，他寄到全世界各地都可以，这种会不是太麻烦。他物流都已经处理好了。对，你只要网络下单，然后关税就是他们都处理好。比较麻烦的是，他有很强大的经销商网络。例如说，有些英国品牌，它 Oxford， 它就是英国以外，它就是给经销商处理。那这种我要去联系，他就会觉得麻烦，因为他没有处理到寄给外国客户的问题，他只有把货批给外国经销商。对，所以他对于那种关税、运费，然后这种行政杂事，他没有经验，所以他就会懒得处理这种事。对，你不能直接到经销商，然后他跟经销商说这个货给他，再付他一个货。对，就是对他们来说是沟通成本啊，很麻烦。不过也有公司，那时候他算蛮有诚意的，他是一个德国的公司，然后他那时候要寄给我一个包，那个包400欧元，450欧元，他关税就付了300欧元，哇！他寄到一个很高关税土耳其，非欧盟国家，然后运费他用就是 DHL 最快，100多欧元，就等于说他的运费还有他的关税的价值就超过于包本身的价值了，已经是差不多价格，对，已经差不多，就是很有合作意愿，他们会想要说，然后你在哪里对他不是重点，是对，你会把东西送到你手上这才是重点，而不会计较那个什么，我关税要不要你来出啊？对事情，因为这种都显得很小家子气，尤其我觉得做比较大，就是受众比较大的国家面的，或是那个像整个欧洲他们的贩售群体的厂商来讲，他们其实不太一直去找钱，可能也是跟公司有关，他们的品牌精神，我就不讲哪个品牌，他们品牌精神是很支持那种，就是他们想要让他们的品牌价值跟长途摩旅，然后还有越野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然后我是很符合他们的一个
产品的理念，所以他们会愿意做这件事。就刚好也是要契合啊。所以你愿意接受厂商提供的资源，但是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接到厂商资源而去延后自己的旅程，这样子。这部分是我的困难，就是假如说我要寄个东西，那我要考虑它多久会到，要抓一个期间。我通常会抓货到了，我人还没到，这样是最好，因为我不用等，你就到那边领就好了。对，那边那我要找的地方，它是第一个，它那个地方寄进来之后，它的清关很方便。比方说我要去，像台湾就麻烦，对，你要填什么，上网填一些什么资料，然后你要身份证呢，就会麻烦，然后可能要付关税，对，然后我还要找个地方是它24小时都可以收，就像店家啦，对，因为有时候寄来人不在，他那个要退回去那种就是一个麻烦事情，对，没错，所以到最后我都找车行，因为车行它是一定开着嘛，对，它都开着，然后他们也会知道我在干嘛，他们会比较愿意帮助，就等于说他们是当地骑士，如果他们帮助一个外国骑士，他们会觉得很开心很荣耀，因为他们觉得，对，这是一个当地的文化，各个国家几乎都这样，所以我后来都找车行，然后找当地摩友，他们就说，那他们可以跟这个车行他们认识，然后我就电话就到那，就是我都寄到那边，然后我就到时候再去领。你也有受到社群的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社群帮助很大，就是我那时候在欧洲已经大概有7万多追踪者，所以我可能没办法体验到一般人的困难，一般人可能是求助无门。对，没错，其实大部分都会是像这样子。就像我觉得以台湾人状况来讲，就是有个大学生没骑过什么车，然后他想要环岛，他可能遇到很多困难或者怎么样之类的，或他拍自己的东西，但是一定没那么多人关注他，也没有那么多人愿意支援他，这也是有可能。我觉得如果是外国人，他去国外旅游，我不知道，因为像以我自己来讲，我看那个台湾人在台湾，我比较不会去帮助他。对，跟一个外国人比，因为他知道这个环境，他没有语言障碍，对，他知道加油站，他知道修车行，他可以用 Google 马上找到，他没有语言障碍，他可以很快找到旅馆，他知道这里的熟门熟路，所以我比较不会帮助他。但是如果是一个外国人，我可能也会帮助他。我觉得，对，像我对他来说，对他们来说，就是我一个完全不懂当地的各种生态，什么时候有开，什么时候没开，然后哪里危险，哪里不危险，然后所以他们很愿意帮助我。我相信大部分国家都这样。对，应该算是一种人类本身的互助精神。因为没有这种精神的话，其实我觉得人类在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过下来同一个民族，留存到现在，尤其在欧洲啊，然后中东啊，或一些东南亚这种环境更恶劣的国家更是如此。所以，对啊，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地方的话，你比较容易尤其比较荒郊野外，然后不是观光城的话，大部分还是会比较先接触到人的善，而不是人的恶。对，算是的。对，我觉得其实大概是这样的样子。好，那阿尔半到希腊，阿尔干半岛，希腊算阿尔半岛。对，希腊半岛。那到了希腊，接下来有哪几个国家？欧洲你有哪几个国家特别讲？欧洲我大概快10个国家。那我觉得欧洲我会分2个地区，一个是高度文明化的地区，中欧西欧，一个是原始、淳朴、山区、自然荒原比较多，就是巴尔干。然后我觉得巴尔干算是我在网络上比较看到少的资讯，因为大部分如果你看，我们去看旅游的话，大部分欧洲旅游都是去那些西欧或者是古迹比较多。那我比较想看到的是比较原始、自然风景的，对我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地方，就是巴尔干。那我觉得那个地方有几个特色是，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大家欧洲知道，就是那边的人会比较愿意帮助你，对，然后他不会有很多繁文缛节。我举个例子，对我来说就是我要露营的话，巴尔干半岛算是大部分国家没有规定，你可以随便野营，不违法。对。然后在西欧的话，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在西欧露营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对，然后西欧有些地方你也不能骑越野，像德国是整个都禁止。是，我有听过那个华德讲这件事情，他们要骑到他们开车到非常非常远，去到非常远的地方才能玩，就是特别的场地，对，他们才可以做这件事。那比如说生火，很多国家会严格禁止，甚至是非常高的罚款。那巴尔干是有些
就更不管你，你要骑哪里，你要睡哪里，他更不管你。天高皇帝远，也没什么执法单位那么密集，自然而然就是你自己做自己办，自己承担风险。他们也不会去抓，他们认为他们有执法单位，他们不会去抓这件事。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在山上比较多，对，那我想看到地方，我就想在这边睡；没有人的地方，我想在这边睡。然后我看到这边有个小径，我又想去骑。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欧洲的东南半部是我是有2个月在那边。所以西半部你比较快就通过，东半部比较原始的地方是你最想待的。西半部我就是打卡，你知道吗？就是你说打卡，你说那个，你说是哪个打卡？打卡就是好，我到巴黎铁塔拍一张照。那种打卡，我以为是那个打卡拉力赛那个。不是。对，打卡，对。不过西欧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有一天，因为这趟旅程，马来西亚、雅马哈他都很支持我。我跟他们跟我说，就是他帮我安排大保养，然后我只要把车骑过去，他们就用最优先级的方式帮你把车处理完，然后不用付任何钱这样。然后他们有一天就说要不要去雅马哈的欧洲总部。他们在哪里？在荷兰。在荷兰，它不算是你的旅途中间的过程。它不算是旅途过程，对，因为它算是一个小绕路，但因为我想说这个机会很难得，因为我也没去过一个摩托车的欧洲总部是什么概念。对，尤其欧洲是 ADVBing 多功能车的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市场。对。反正那时候他就说，好吧，那你一个时间去，然后就去吧。我其实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反正就是我去看看。然后我到的时候，那个荷兰雅马哈的那个所有的行销部门，20几个人，还有研发这台车的产品人员，然后全部都站在门口，然后还播放一个音乐，就是船而到的音乐。他们很有仪式感，然后很欢迎，卷归来那种。他们弄得很有仪式感。那时候骑了48000公里吧。对，因为在过去在做这件事情的几乎都是西方人。对，西方人，大部分都是欧洲骑到亚洲。对，真的骑亚洲骑到欧洲的不太多，不是说没有，不太多。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对，很新鲜。你的走法算是一种很新鲜的方式，很新鲜的方式，然后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很多。对，他觉得你是特别新鲜的。对，然后也是这台车，因为这台车是马来西亚买的，组装的。组装的。因为这台车大部分很多都是在主要就是日本还有法国制造，就这2个地方。然后马来西亚比较特别，它是这边组装。所以对马来西亚那时候他们有个特别意义，就是他们把他们那边制造的车我把他们这边制造的车骑到欧洲。对他们来讲，对整个雅马哈来讲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对，然后我那时候有点算是受宠若惊。因为阵仗太大了。阵仗太大，就是他们显得我觉得他们很重视这件事。然后就突然有一个人过来，然后开始问一些问题。你为什么想骑这个啊？什么什么。然后后来吃午饭的时候就坐我旁边。对，就是我那时候在那边吃午餐嘛，然后参观，然后还发现他是雅马哈 CEO 的那个雅马哈欧洲的老板。雅马哈欧洲的 CEO 执行长就是欧洲最大的雅马哈的人了。对，就是欧洲最大那个。然后我觉得他们是欧洲雅马哈，他们是很认真的，想要听取第一线使用者的回馈。对，就是很纯真，没有什么立场啊或者怎么样，他们就想要知道你这样骑过来路程怎么样。他们一开始我说这台车像他们有那些是研发人员嘛，设计人 Ténéré， 他们说这台车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一开始就讲好的。他说没有，我们不要听好的。你的地方，我就讲我认为的坏的。对，每台车都有好和坏嘛。对啊，他们真的想要听可以改进的点的地方。对，他们也不会，他们就很单刀直入，就是说要听坏的。再讲的，你要不要讲什么坏的？我讲有点技术细节，不过我讲坏的就是它的排气管比较下面，就是倒的时候很容易压到 swing arm， 叫什么？那个摇臂 swing arm， 所以要去把它搬回来。就很多人会改装把它就加高，买另外一个然后加高。对，他们其实也知道这个事情，但这个东西他们需要更多的使用者去验证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下一次改款要改进。对他们来说是，他们要改一个生产流程是一个成本。对，是很大的。对，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这台车重心有点高。对，的确是。就是很多车像你看 KTM
重心很低吧，它油箱放低。对，没错。BMW 的重心很低，就这台车是重心比较高。对，没错。其实他们也知道啦，但他们当然希望有一个不同旅程的人来继续验证这些东西。对，而且是从东亚骑到西欧这种特别的人。然后后来就参观他们的这台车的历史，他们有一个博物馆，不对外开放的。然后我去看，过去里面去参访的人都是那些 Moto GP 或大卡拉利的车手。对，是他们的厂车啦。对，就是一个纪念赛车啊，或者就是20年前、30年前这台车在跑大卡拉利的那几台车，他们就放在里面，这个就没有上牌，就是这个纪念价值。就是展示，而且不是公开展示那种。对，那时候算是一个，就是都很特别的经历。我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然后了解他们雅马哈在想什么。那受宠若惊，我觉得倒是蛮正常的，因为你其实从真正接触摩托车，这就是 adventure bike， 到你到了西欧，其实说真的，时间比很多人玩的时间来的少很多。是3个月。对啊，才1年出头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蛮特别的体验，算特别的体验啊。对啊。然后很多人就关注你，然后连就是雅马哈欧洲的也都关注你。而且他们也是不求，就是也没有太多交换条件，就是有什么需要什么资源，他就帮助你。对啊，那时候他们也说，要做什么保养，然后反正就是我车子先去他们的保养区，他们都弄。他们说，这个轮胎刚换了，就帮我换一个新的，就是他们就帮我准备一下。然后我觉得雅马哈他给我一个算资源啊。就马来西亚他们那边很支持我。对，他们从头到尾就是。他们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就是那个也是刚好我需要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零件用，不管一台车再怎么可靠，对，它的耗材一定要换，对，没错，对，然后而且这还是一台大摩托车，所以它的损耗还有它的零件都会来得更贵，那这方面算帮助很多忙，而且去到原厂去做准备，算不用，因为像我的担心就是我要找到一个信任的车行，可靠的车行。对，那原厂它至少有一定的品质，所以我不用担心要去哪里找，然后要花多少钱。但是减轻了很多心理的负担，尤其在欧洲是一个人工很贵的地方。对，没错。但是那时候马来西亚雅马哈帮助很大的忙。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多一般骑士可以得到的礼遇啊，但你就是得到了，对啊，我觉得也很恭喜。我觉得也是可以复制的。可以复制，但基本上你第一个人这样做了，后面如果再有一些人这样做，除非他的旅程也像你一样精彩，或者是说他的关注度也像你一样高，对，那可能就会也有这样子的你。我自己的看法是，很多人他们都比我精彩，只是他们懒得去做每天更新，他们把时间花在自己。对，那我会把一些时间拨注在，我今天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你想要记录下来，我就花一些时间成本，这个20几秒的一个影片或写个小文章，就每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然后自然而然就会被推荐到不同，就会被人家看到。对，所以我自己在观察做这件事情的很多欧洲人，他们做更疯狂的事情，但他们就是完全不发表，然后就是拍个照片，他们做自己的，所以你不是做的最疯狂的，但是我不是最疯狂的。你不是做最疯狂的，但你就是忠于就是每天记录自己这样子的小动作。对，也没有什么过度剪辑啊，或是很大的制作成本，也不用。对，我就是每天发布一遍20秒以内的影片，我睡觉之前，然后娱乐自己，也看个开心，然后别人看到也分享给别人。对，也是，对啊，通过网络力量分享给很多跟你有我那时候不会接触到的人。我那时候想法就是。我要用很低成本的方式去做分享，因为我是来骑车的，对，我不是来当 YouTuber 当内容创作者，所以我那时候算是有到中后期就有找到一个方式是低成本，然后低时间平衡点，对，平衡点，对，就是骑车和创作的平衡点，我觉得对，所以你看我的品质不是很好，但就是我的定位就是比较原始的呈现，但。你喜欢看那很好，那你不喜欢看，我不是那种定位的人，但就是因为我有限制，我有时间限制，我有很多限制，但我还是想分享，做一点，
我觉得这个跟西方和东方世界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东方世界很喜欢看到制作量很大的完成的成品，可是西方世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也很复杂，蛮庞大的，跟这个文化性和这个生活风格有关。我觉得生活风格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所以他们其实蛮喜欢看原始的内容。这点我很认同。有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去看台湾的 YouTuber， 就会摩托车旅游的啦，我其他领域或旅游的，我就看这2个，很多都是高度剪辑，对，没错。然后字卡字幕啊，但如果你去看国外真的在骑跨国摩旅或骑很多国家骑摩托车，是一般旅游的，对，其实就是单纯就是影像，他就是 po 一个影片，他连字幕都不上，对。但在台湾字幕不上可能是一个大忌，就没有人有兴趣看。对，但国外他们的受众是不喜欢有字幕的，他喜欢躺在家里，然后开个电视，然后这样子看30分钟你的骑车影片，然后你的讲话影片。他们比较有办法把专注力专注在某一个影片上，然后去身临其境感受，对，而不是当做笑料来看。亚洲比较碎片化，就是你吃饭的时候，然后你要看，然后那时候有噪音很吵，所以你要有个字幕。对，就是可能是乐听习惯不一样，但像我讲他们的，我自己是看很多国外的那些摩旅的 YouTuber， 对，他的频道就是很专注做摩旅，然后他一个礼拜就发个1次片2次片，他在骑车他也做，但是他就非常的原始，对，不会剪辑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特效短场，但就是一个影片一个 GoPro， 然后一个降噪自己。对，所以最后回到旅程本身，就是最后你回到了你的最后一站就是英国嘛，然后你是不是在英国有分享会？就已经有分享会？有，他们有一个，就是国外有个他们一个跨国母语的社群，他们就可能看到我，因为我每篇影片都 Malaysia to London，他们就看到刚好就是我讲的演算法被推到，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去分享，算是很特别的经历。他们是3天2夜的活动，然后所有骑士都跑去露营，他们就有一个场地给你露营，然后说晚上可能3度4度还下雨，然后大家就是在一个场合，一个房间，一栋建筑物小建筑物，然后早上到晚上都有人在分享，说都是英国人，说我去沙烏地阿拉伯骑车，然后我去纽西兰骑车，我去美国泛美公路，我会穿越泛美公路，然后我骑那个赛卡，就是旁边也可以载人的。对，台湾好像不合法，很少，超级少。对，然后他们就说我骑那个赛卡去非洲，横跨非洲，就是很多人去很多各国骑车的经历，然后分享，就是对他们就是我就是去，因为那跟我的调蛮符合的啦。然后我刚好那时候有在那，所以是你主动过来，他们邀请你。他们邀请我，有一天在 Instagram 有收到一个私讯，说要不要过去？我说我看一下，顺路，顺路，反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认识人，然后免费吃吃喝喝的机会。对了，还省地方也蛮重，还省住宿的地方也蛮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到欧洲是比较多跟你的同好有关的地方啦，就是你接触到同好会更多比就是中亚或者是南亚、东南亚相比起来。所以而且你旅途到欧洲的时候，那时候你有了不少流量了，所以很多同好也都会关注你，你在欧洲就受到很大的不大不小，客观来说不大不小，就是欧洲有很多，不大不小。对，但到了英国就真的是最后了嘛？到英国就最后了。到哪个城市？英国哪个城市算是你觉得到了一个点，一个终点了，已经结束了，真的已经完完全全这个旅程就结束。其实一到英国就觉得结束了，因为到英国我是用渡轮的方式。对，当然，一定是有渡轮和火车。对，对了。但渡轮就是有一个仪式感，因为它是把车弄上一台大船，对，骑上很大的船，有20-30台艘卡车，然后大概1个小时或1个小时半，开到，然后你开到英国，然后把摩托车骑下去，那种感觉，那个19后你就觉得差不多结束了。而且到西欧，其实那时候天气都不太好，每天都下雨。对，没错。然后下雪啊，然后所以我已经失去那种探索、兴奋的那种情绪状态。我的状态已经变成逐渐渐进式的一个休息。对，心态上我已经在休息，就是好像已经结束，然后到英国只是说，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地方。对，然后，但我早就已经觉得结束了。不过后来我在英国有碰到一些摩友，我在那个聚会碰到摩友，对，他说，你来 Wales 英国的西部，我带你骑一些特别的路，然后我最后就去。你有去？我有去，他们是
两个骑 KTM 的年轻人，印度有690R，还有 KTM ADV 890，他们就真的带我骑那种木道，而且是有点挑战性哦，很多涉水的地方，那个涉水大概有些到快到空滤，就是不能，他们很多都不敢骑，但我就想说没差就骑下去。你比他们还敢就对了，在某些地方啦，就是不用技术靠胆量的地方就直接下去，因为那个东西倒车的成本就是引擎得叫救援队来那种，就不能发动了。对啊，就不能发动了，那就只能救援队就是把车载走。反正那时候我评估一下，因为我其实这种路在喜马拉雅山骑很多，每天都在涉水，然后但我到那边就反正就是真的是那种很硬派的路线。对，不过是蛮好玩的，算是在英国有个挑战美好的据点，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真的去再玩一下的感觉。对，那也不错，我觉得遇到他们也蛮好的，让你这样子做，然后跟着你这样子做，之后你还是填他回来。反正之后就是快过年了，我就开始把车运回去了。我在英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其他国家不会有，就是那边的偷车是可以说是整个欧亚最多偷车的国家。偷车？偷车？偷车哦，对，那边很容易被偷。对，他们你把车子停在车库，他们会把铁门锯开，然后里面再有铁，他们再花那种切割机再花1分半把它切开。对，你的车子怎么样都会容易被偷走了，如果被盯上的话。被盯上，他们的一个说法是，只有他们要不要，你只能拖完他们的时间，但他们要的话，他们真的会把你拿走。对，反正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那时候就受到很多，我真的开始去接触人家说可不可以让我去住你家。就是有很多摩友在提供，他们就想帮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我很少是说可不可以住，有地方给我住。很多都是被动邀请，但那边我真的会想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对，那边偷车很盛行，我有听过。那好可怕哦！如果到英国车被偷走，也不用运回来了。而且你不能保失窃险，你那边不能保失窃险，只有本地的车才可以保失窃险，所以你被偷就被偷了。你是用在那边还是挂着马来西亚的牌子？一直都挂着马来西亚牌子，反正一直挂着马来西亚牌子，所以他们看到就是外地车，就是会更想下手，就是这样。是因为外地车更求助无门。第一个外地车，例如说本地车牌，你可能被偷，你可能会好奇车有力量，然后你会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样这样。可外国人就是载的羔羊，所以很多很有名的 YouTuber 把车骑去那边，然后被偷。是哦，好可惜哦。不过你最后车没被偷吧？没被偷。那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怎么把它运回来。你运回来到哪里？到台湾可能不太可能。到泰国。你之后你想要把车放在哪里？马来西亚。那你运到泰国去为什么？应该说，马来西亚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出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拿一个出口证明。你短暂骑出去不用拿，但如果你真的骑很久要拿，那我还是可以把车运回去，还是可以清关，只是那个跟政府沟通的一个过程会，很多人都觉得很辛苦啦，工作成本太高，然后有些甚至是失败，有些甚至我看到他们有本地马来西亚人最后车子卡在港口3-4个月，他也是他马来西亚车牌，他马来西亚人，但他碰到这个问题，那所以很多人这种跨国摩旅的马来西亚人都不建议把它运回去，直接运回马来西亚，因为应该好，这是一个摩旅的知识，跨国的知识就是你把车从空运海运到它的港口，的难度会比你直接骑进去还要高很多。你直接骑进去是一个很正常、很低手续的事情，对。但是如果遇到它的机场、遇到它的海港，然后再清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手续，对。所以我最后做法是运到泰国，然后泰国直接骑进马来西亚边境。泰国比较好清关就对了。泰国比较好，对我的 case 比较好清关，然后那个 case 比较好清关。他不是对我 case 比较好清关。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说，我们现在拍的时候是2026年的3月嘛，所以这时候车子在哪里？好像还在地中海吧？还在地中海，所以还在运的过程。4月底才会到。4月底才会到泰国，然后你要从泰国，你要再飞去泰国把车子骑回马来西亚。
可是你接下来不会住在马来西亚，那你在车要干嘛？应该卖掉吧？你要卖掉？它可以用久呢？不然怎么办？如果它对毕竟来讲，就算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一台车吧。你当然会希望它回到像台湾之类，但是在台湾要骑代的车基本上是很困难。对啊，对，所以最后是想把它换成现金把它卖掉。我下一次再骑，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你就觉得说，它对你来讲，就是它是一个工具，但你对它感情没有深厚到，就是你把它无论什么代价都把它留下来。它最后就会变成一台仓库的收藏品。如果你留着它的话，对，它就变成仓库的一台收藏品。对，然后我真的要去，因为车子最怕就是很久没骑。对，没错。那它要定期去发动，定期去维护，然后因为这是一个时间成本，然后它对我还是骑在路上，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人在骑在路上嘛。哦，所以你想要给那个幸运之子，让他骑着你的车继续骑着它到处玩。它其实车况也算被你超差不多了，就是外观件不是很漂亮，对，摩擦什么，但是保养是应该是还不错，因为对啊，但是外观那东西不是很漂亮，不是一台。如果你说车况漂亮这种程度，它不是漂亮的车，对。但你会看到很多重骑的，但那个都是一个里程碑啊。我对 Adventure Bike 来讲，那是一个很好的痕迹。只是这样就卖给别人，我是觉得蛮可惜。但是你说要把它放在马来西亚，你又不去骑它，那也是很可惜。它就堆在仓库，然后长满灰尘。对，然后你之后要骑的时候，你要花很大的笔钱。对，没错。整个换那个换那个换，但至少你先把它送回马来西亚，其他的再说嘛。对。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好好收藏它，那或许会不一样。或许好好照顾它，或许不一样。但最好还是他给另外一个，然后把它骑，继续一直在骑。哦，原来如此。你没有想到移到台湾吗？因为台湾就变仓库收的灰尘。所以你就最后从英国的，你从英国哪个城市？不对，那个城市不一定有飞机场。所以从哪里飞回来？英国哪里？我从英国伦敦吧。伦敦，你从英国伦敦飞回来。然后你飞回来就过年，然后车子也处理好了。那其他的装备大部分都在车上。都在车上。有，这是我防摔裤。这是你骑去这件就是你骑欧亚防摔，就这一件。没有，我其他件是坏掉了。坏掉了。到很多洞，到我懒得不想再去维修它。因为我通常都是一件穿到底。对。然后我不骑车都穿。对。我喜欢，因为我不喜欢带很多东西。那我喜欢裤子就一件全部弄到底，然后夏天穿，冬天也穿。睡觉也穿。睡觉不穿裤子。睡觉不穿裤子。然后很冷的时候就套个雨裤，就防风防雨嘛。对。然后夏天的时候，它也不能太冬季。对。我喜欢一件打到底的概念。对，当然是这样子啊。就是完成这趟旅程之后啊，你觉得就是你自己这个人。就是你觉得这趟旅程改变了你的想法和人生的看的各种事物价值观，你觉得是怎么样改变？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第一个是生活模式，因为我以前就是朝九晚五，对，我是办公室，然后很规律的生活，对，然后一年有几天假，好，我那几天假出去玩，好，这是我生活主轴。但是我开始骑摩托车之后是。我每天都是一个新的东西，我接触新的人、新的地方、新的食物，它都是每天都是一个冲击，然后我看，主要是我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不一样，对，因为我有很多时间，对，然后我有摩托车，所以我不受地域限制，对，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那我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当地人来说也是个新鲜感，因为他们没有看过外国人，对，他们会有更高的意愿跟我。好奇跟我交流，对，所以我有一个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一个国家的人民，了解他们的想法。那这是我在以前朝九晚五，然后有些假，然后去一个地方5天7天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旅程，它让我完全看一个世界的方式不一样。我以前也会去泰国，也会去马来西亚，也会去印尼，但是那个看我真的在骑摩托车，在看这个国家是。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以前我是去看观光区的人，对，去看观光景点，但我骑摩托之后，我是看比较无聊，但是比较真实的生活。对，比较真实那一面，但是你想去探索的，而且是你自己可以去探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在东亚啦，就是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真的是被社会制度绑得太深了。那对他们可能觉得也没，我觉得是很困难啊。对啊，这当然很困难，很难脱离啦，因为这个社会和这个环境。但是当你的时间被解放，从这些制度解放，你的行动能力也被解放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你才可以自由的去分配时间，然后自由去探索自己想探索的东西。我自己有个观察是，有钱的人不想做这件事，没钱的人想做这件事。你知道什么？因为有些人怕他们出了意外，他们身上的钱。这是一个原因是，好像一个很会赚钱的人，他们去做我这件做的事，是他们很大的金钱成本。原本这一年他可以赚，我随便讲个数，可能赚200万。对。但他去做这件事情，他就一年少赚200万。对，没错。他就觉得可惜。对，那没钱的人是他们想做这件事，但没有钱。对。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就是有钱的人他们。我碰到有些工程师，很多工程师，我的同学，他们就在算，因为我之前也在算，说如果我去做这件事，我会损失多少钱？然后我还会损失我们讲说的职涯的一个阶段，它是个衔接性。那我后来想想，我会失去这些东西，但是我获得到的东西，它是一个独一无二。而且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算我接受那些失去的。那我很开心我得到的东西，那也不错，就是要想通这一点啊。然后，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是，我以前算是比较认真念书，对，然后有比较好的学历，所以我可以有一笔资金可以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算是我比较幸运的点。我自己观察到是，很多人是你说他快乐吗？他快乐，但你说不快乐吗？不快乐，他就是活在一个。好，这是我自己想法，就是活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对，所以要一个很大的改变去失去原本的东西。那大部分人不会想这么做。对，不会想。而且关键是你失去东西，你要去做改变，那个东西的回报和期望是未知的。对，是未知的。那对我来说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尤其有一个金手铐的时候，你更不敢失去。然后我做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我会得到什么，因为整条路都是未知的。对，我不知道会碰到，最后会不会说很快或不快，但至少我喜欢骑摩托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但是你跳离这个的，实际上这是少数人做的，所以你成为那个少数人，你得到你要的，而且你得到大家关注。因为大家这其实都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很多人他真的想心里或潜意识想做，但他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啊，因为各种手段，很多困难啊。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大家才这么想看你的旅程，因为你有点像是你替大家完成了这个东西了，大家完成了一部分的想象。很多我们讲说，他们讲 biker， 对，很多真的在，好了，我自己想法，在国外很多 biker 他们是很喜欢骑长途摩旅，因为他们有那个地理环境。对，像以马来西亚为例，他们就很常骑去泰国再骑回来，那可能就是一次出去2000公里加，然后他们还可以再骑到辽国，3000公里、4000公里都没问题。对，那所以他们有个梦想都是我哪一天可不可以骑更远？对，他们已经骑到3000公里、4000公里是一个很多 biker 在做的事。对，没错。他们会想说，我能不能再骑到中国，再骑到印度，再骑到尼泊尔，再骑到中东？所以是大家一个很想做的事，而且那是可探索的范围，就是他们知道前面还有这些空间，只是他们碍于现实，对，有家庭、有小孩，然后要工作，所以很多限制，比如说是不是自己掌控，所以没办法做这件事。可是对台湾人来讲，没有办法去想到这件事，因为台湾就是个岛国。红湾岛就是台湾人大部分就觉得已经认为已经解锁了，就是公路探索的所有成就。我可以给个比喻，像纽西兰，纽西兰它也是一个海岛，当然它比我们大很多，对，它南岛北岛，他们骑车环境当然比我们舒服很多，但是他们不局限于纽西兰这个环境。我这趟旅程有碰到4个纽西兰人，他们2个都是2对夫妻，对，然后2对都大于60岁，对，他们退休了，然后他们想要夫妻一人各一台摩托车，他们想从泰国骑到英国。他们想完成跟你类似的路线。对，这2对，一个是骑Honda CT125，CT125，他们60几岁，超级慢。我在西藏的时候跟他们骑啊，我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吹到油门时速45、35。因为高海拔你的就会引擎出现不够力。对啊。然后我快睡着，然后我是吹 T700是可以吹120没问题。对，所以他们就你们要一起行动，所以你们就全部
因为它的速度而我们不用，我们要在某个时间点，例如说下午3点要到旅馆，那他们就是6点就开始骑，然后我8点开始骑。哦，你会追上他们？大家会追上他们。反正那时候另一个夫妻是骑那个 Honda 300L。哦 ，CRF 300L。因为你要教年纪这么大，然后女生骑在更重的车，可能会很累，会很累。反正我觉得像回到你刚刚讲那个东西，就是台湾没办法想象。我觉得是环境是个地理环境是个限制，地理是个限制，但我觉得主要是思维上没有接触到国际的摩托车圈子，是在怎么玩这个摩托车这件事情。无论是摩托车、汽车，我觉得都是啊，因为越野汽车也是一种，对吧？对啊，因为我看过有外国人把他们的越野汽车运来台湾，然后在台湾挂上领事牌这样子开。哦，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问题，尤其是西方思维和东方思维和语言圈的没有办法突破的问题。对啊，然后纽西兰就很多这种，台湾比较有一个前辈 LKK 啊，他骑6大洲，对，他是很特别，他突破这个思绪的圈子，让他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台湾有，但是好像我真的，我们讲说跨国跨洲，对，不是欧盟那种没有国界的，对，好像真的只有他。对，所以你之前有讲到，就是你在一些比较小的国家的，比较边缘的重机店，你去那边，他们都很乐意帮你保养和帮你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在那个地理环境，在那个圈子，知道摩托车长途旅游探索这件事情是有可能。但如果你到台湾，你去说，我在探索了，我现在骑来台湾，人家会觉得，人家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他们不一定会真的那么感同身受去帮助你，他们可能因为别的理由去帮助你，但不会是因为这个。台湾我真的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你现在回到台湾了，你一个摩托车模拟骑士身份回到台湾，我觉得如果在台湾有台汽车的话，你可以再去台湾看看台湾和国外有什么不一样的。我骑看很久，但我之前都自己骑。对，但是你现在是你已经从东亚骑到西欧回来了，你这时候再去看，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我建议也不会像台湾，我觉得你不会像台湾人，带着有色眼光去看台湾人自己。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给出一个比我们更真实、更纯粹的一个回馈。我觉得台湾的部分，你是会中文、英文都会讲的嘛？因为你工作和你的和你读书。但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不会讲英文这件事情很难让他们去跨国摩旅这件事。我觉得很大差异。对，这很大一个差异，甚至和别人沟通的成本这件事情就是差异。那某种意义上来讲，你除了得到了英文这个能力以外，你还是在这个旅途当中，你还是很多地方就是中文、英文都不会通的。那你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些翻译，去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我遇到问题，我要怎么解决，我要怎么样不带主观感受去想到解决方案，我会怎么样跟当地沟通的，你怎么样做的，甚至你准备好什么东西，也不会因为说，这个东西在大家眼里看来可能是有风险危险，我就不去做。很多台湾人，我认识很多台湾人，或者很多华人是这样子想。我要怎么做跨国摩旅之后，他去找中文的资讯，那你很自然去找中国的资讯，因为中国很多中文资讯。对，我看很多中国跨国摩旅资讯，但如果你只看那个，会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签证和我们的签证是不一样的，台湾签证不一样，我们的护照去的地方是不一样，他们去的地方，他们容易去的地方，我们不容易去。像哪些国家？例如说俄罗斯，例如说哈萨克，例如说巴基斯坦，他们很好进去，甚至免签。对，但我们去那地方很困难。对，那我们好去的地方是欧洲、纽西兰、美国、加拿大，所以你去看他们的跨国摩旅，很多都是走我们很难去的地方。所以他的参考资讯对我来讲并不实用。你看中文没问题，但如果你只看中文，你会在这件事情上你会出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地方你是很难去的。那你会反而放弃掉，例如说印度尼泊尔。它签证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容易。对，没错。就是我认为台湾英文这件事情是一个角色，是如果你用中文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你可能真的不会做这件事，因为你找不到什么资讯。90% 的人都不是讲中文的啊。对，没错。那你还用中文去看，那等于是我就是不要做这件事情。对。那我这样讲可能比较直接，但我一开始就是有那种跨国摩旅的社群，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大部分都是英文，所以就是你用这个东西，你会才看到外面的世界。像纽西兰人，他们英文是母语嘛？对，没错。所以他们本来就是跟国际接轨。那台湾人这个部分就没有跟国际接轨，因为很难接轨到资讯本身。像我自己做我做这些内容很有感，就是台湾人看到英文就划掉，
对，那我觉得没差，你不看就不看，我也不想放中文。对，我反正那也不是主要的地方，那也不是我们这个圈子常在做的事情，也不是你，也不是个甚至不是个市场。对，没错。反正我那时候我是观察到，很多人被自己的语言限制，那我觉得就是很可惜，去探索世界的一个环境只是一个因素，但它是一个小因素，因为有那种思维，像澳洲、纽西兰，他们很多地方可以骑没有错，但是他们更多人是去外面骑车。我在辽国，我在泰国，我在印度看到太多纽西兰人跟澳洲人。那你看台湾都去哪里？台湾都去日本骑。对，而且我没有说日本歧视问题，但如果你发现一个民族都跑去一个很舒适的地方骑车的时候，我会去思考背后是为什么这样。然后你看到同样也是海岛，但跟其他国家连接更远的澳洲、纽西兰，他们去各个地方、各个冒险的地方骑车，你就思考这是这个国家民族是思考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对，好，这有点争议，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差，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觉得讲法其实很，大家去台湾人会，你讲这个东西，台湾人去反思说，台湾人都喜欢去日本骑车，其实不是台湾人不敢骑车，或台湾人不会骑车。不过有个问题，我觉得台湾人蛮多人会想问，最后一个这是 final question，你的家人和你的身边的人对你去做这个决定，你出发前你就说你跟他们讲你要做这个决定，他们怎么想？他们有没有支持你，或他们有没有阻止你，或他们跟你讲了什么？我一开始跟我妈讲，是我1年前就先，我9个月前先讲，她很难接受啊。对，不过我心态就是，我要做什么的时候，我是阻止不了。我觉得我是在告知，不是在沟通。对，不在征求同意。对，但我的做法是，我让你有时间消化，所以我9个月之前跟你讲，那我在6个月之前再跟你讲。那我妈那时候就不知道是玩真的还是怎样，然后就说不然我给你钱，你去买一台重机啊，你在台湾骑就好了什么。然后我就说你给我买房子，我可能也不会，我还是会去骑车。反正我让他知道我的意志很坚定，然后就是让他有个时间消化。但我就是跟他说，我只跟你做沟通，我只跟你做告知，但我不跟你做沟通。对，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啊，但我让你有时间去消化。对，那我跟你说，我过年会回来。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反正就跟他们讲，就跟他们告知说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然后给他们一点心理准备就对了。给他们对，就是时间拉比较长。那他们就会想到比较危险的问题，那你应该有想到说，会不会在这个旅途中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或者意外，所以或者死亡。我意外险像那些险保很高，我1年你可以保1年保很高，保2000万、3000万。对，就是那1年你缴特别多的钱，那你去保比较高。摩擦你断1只手和断2只手那个不一样。那不一样。全残和半残，我有查那种险，那就是很简单解决，就是你保高一点。对，反正保费你问保险专员，他们就跟你讲，就1年的事情，我觉得那个保比较高。对，所以最后你就是这样的克服家，我觉得克服家人其实克服就是东方或华人的既有观念。对啊，因为他们是用那个观念最会去组织你的一环，就是整个台湾的传统家庭的，或者说更大来说是整个华人的一个思维。对，没错。但你已经知道你要这样做了，然后你也这样做，就出发了。你没有中间挣扎说我是不是要放弃这个旅程，不要去或者怎么样。应该说真的会阻止我做这件事情的只有原因就是那个国家我没办法经过。有些国家是不给台湾，那是客观的。那是客观的。所以我的解法是，第一个改路线。对，例如说乔治亚不给台湾人进去，科威特不给台湾人旅游签证，然后。最差就是空运1次嘛，我后来也空运1次，但那个是因为战争的因素。对，没错。但很多人也在空运，因为有些事情那个地区它那个边境就是关人，就是不能过。对。但是会很常发生的事情，在一些比较战乱的地区，那就空运1次。对。所以真正让我觉得很烦的事情是，我要骑这个，然后我后来没办法骑。所以那他还是有解法，就是我运1次，那就是不要说运很远嘛，从亚洲直接运到欧洲去。对。所以对你来讲就是。真正的客观上让你难以执行的东西才是问题，就是我无法改变的事情。对，就是对台湾的环境来说，台湾的观念，台湾家人来说，他没有办法真的阻止我任何动摇你的决心这样子。那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因为我最想问的其实就是这个，因为很多人要做，其实也会被家人绑住。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是无法改变的，就是如果你有家庭小孩，那对，但我可以提供的例子是，在我碰到一个保加利亚的女骑士，我后来去她家，她还说骑摩托车环游全世界。对，她要做这件事情，但她有老公，她在这个旅途中
他在某个时间点，他说我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5个月后要做，或明年要做，她怀孕了，对，她解法是什么？你知道吗？她不想等小孩长大，她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她老公在后面开一台车当做保姆车，他们带小孩啊，她带小孩，她女儿坐在后面，然后她是很想，她是一个女骑士，她想完成这件事情。对，那这个是单有家庭的支持，她就一个人在前面骑一台哈雷1100，然后她老公在后面开一台箱型车，然后载着女儿，等于是他们全家在做环球旅行，只是他妈是一个人骑着，他们家人在后面，然后到一个点，到一起睡觉，然后一起观光，但本质上他还是用摩托车完成这件事情，好屌，这真的好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当然你有家人的支持，但是他要怎么去说服家人、说服老公，那是他的，你肯定是花很大的，也是花很多决定。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听到很温暖点，就是她老公完完全全支持她做这件事情。对啊，不会用小孩去绑住她，说她应该待在这边的小孩长大去做这件事。通常会这样是性别对调，你知道吗？是老公想骑，然后对。我在他身上看到是一个精神了，但就是你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你会真的去做。对，但他那个是我觉得是最大的困难。对，他是很大困难，但他克服了。他克服，但他要能够说服她老公，然后她老公也要答应，这就很困难了。对啊，这很困难。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超棒的际遇，因为我想到最困难就是这个。对啊，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件事情，就是台湾甚至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她老公要去支持她这样子，就是台湾人就会直接先入为主说啊，应该要顾家，应该要顾小孩，为什么对小孩这样的社会的观念不负责？对他们不会丝毫不会去想到说，为什么她老公愿意帮她老婆完成这件事情？他们台湾人只会觉得哦，这对夫妻在乱来，不会想到就是后面他们的动机为什么？他们绝对不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所以我觉得大概是像这样。对，我觉得其实大家想看忠实的啦。我个人的想法是，大家想要看到忠实的他，但 positive 会对我未来的帮助会比较大，当然会有帮助，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假，然后你不能装出一副好感度啦，你在教育别人的感觉，因为大家不想被教，对啊，大家不想被教说哦，你进来就是先听我说教那种感觉。那时候有些学校老师讨人厌，就是他也就摆出那个样子，看得出来，对啊，就反正随便拿那种，我就聊一聊开始。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一次这14个月的跨国摩旅，你要总花费大概多少？包含买车的钱？你要一个数字？我想要一个数字，因为你都很穷游嘛，你都很穷游，然后尽量不住旅馆，然后这样露宿，然后野营啊这样子。大概是120万左右台币，差不多。包含买车大概花了40几万，在马来西亚买车全部。对 ，OK。那说，你怎么处理钱的这个事情？你全部带着现金，还是你有？我带提款卡而已。带提款卡而已。你有没有相信？几千块台币而已啊。几千块台币，100-200美金啊。200美金。你去一些很远的地方也这样吗？就是很困难的。我只有去伊拉克的时候带1000美金进去。哦，你好像过境也不能带太多钱，是不是？他查不到。他说我根本不理他。哦，也根本不给他收，他收不到啦。他收不到哦。我没经过 X 光。哦，原来如此。所以你最后花了这些钱，然后因为你知道100多万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在台湾呢，就是没那么容易存到的。所以对一般的受薪阶级来讲，应该说是没有错。不过我说以我的同才，我以前就是工程师嘛。对，在我这个年纪，很多人都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对的。那我可以讲一个比喻，就是很多人是不是只要有买房子的，一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有买房子一定可以，因为你要有一个头期款。对。当然说你那个头期款我不知道谁出的，那或者说你有买一辆汽车的人，你也可以，你有至少100万台币吧？差不多。那你有买一辆汽车的人，我也去做这件事情。对，理论上是做得到，但是就是你要怎么把钱去花在你觉得该花的地方？对啊，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在台湾买房子比你做这件事情，以金钱上来讲差很多啦。金钱买房子就是更困难了。对啊，而且买房子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你去绑了30年，这30年就不能再去做像你去做跨国摩旅。我想过这件事，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买房子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概念和想法。对，你要有一个做这样事是一个，但我回到我们原始那个，每天怎么去？第一个，我是用提款卡，我不带现金，我带100-200美金。然后我每天是设定30块美金的预算。30块，就是吃住还有加油。
哦，吃住加油30块。所以我在东南亚是，我如果找不到400块的住宿，我就去搭帐篷。400块台币住宿搭帐篷。哦，原来如此。那可能去加油站去，就是到处找地方搭帐篷。因为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他要出国玩就是旅游要舒服，就他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我为了省400块，然后我要搭帐篷，让自己更不舒服一件事情。应该是时间旅游的长短会造成心态的不同，就是如果你去2个礼拜，那就是一个度假。对，那是度假。你可能1年就几次度假，你不会想省这个钱。可是像如果你要去2个月、3个月、5个月、1年，那是变一个生活模式。对，除非你是非常有钱，不然像我这种普通人，我觉得我是普通人啊。我就是一天最多就是不会超过1000台币。因为我摩托车还要加油。对，吃人家保养或其他意外的花费。吃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关键是，我去一个地方会去看当地人怎么吃。像当地人他不会每天都吃好的东西。对，他一定吃好。有个台湾讲什么平价美食，什么就是你可以每天吃，然后不会让你消耗太多金钱的地方，我会找那种地方。我不会去找那种外国，有些餐厅它提供英文菜单。对，它有一个装潢，像你就会想去我有一个度假感，我就不会去那种地方，因为我的心态，我不是一个度假感，我不能那样做，我会没有钱。我会花太多钱，所以就是住是一个很关键的吧。如果有青年旅馆，我就住青年旅馆。对，所以有时候我会为了说，这有青年旅馆，我就去那个城镇住，反正骑摩托车就是1-2个小时的事情。对，台北到台中对我来说就是一下子的事情。桃园到台中就是一下子的事情，然后住就解决了嘛，然后吃就是吃当地人吃的，然后加油就没办法。那到欧洲之后就会变比较困难，就是要更具野意。对，因为你住的地方更贵，住的地方更贵，就我就去没有人的地方，例如说废墟，例如说有时候会去山洞。他们很大，他们有些这种地方。然后吃的话，就是我那时候就开始会去超市，然后自己买自己煮。你去买超市买个什么面，然后弄水加热，然后就是你是野炊吗？就是有自己野炊用。我有野炊，但有时候住青年旅馆，我就会比较喜欢用他们的。当然。对，我有野炊的东西。那对你来讲，到欧洲的时候，你会买新鲜食材，超市食材自己煮嘛？对。可是你说你在那个东亚的时候啊，或是一些中亚的时候，你比较多是有干粮，其实就可以自己活的样。有时候就是吃当地的小吃店，不然就是杂货店。杂货店有面包。对。用那面包放着。买一些东西放着，因为然后有时候天气好，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吃东西上，我想骑车看。对，我就会买个零食、饼干，然后吃一吃，很快解决。然后不然就是偶尔再吃，买有些面包啦，然后我不会饿死的。对。然后那你要说到多好吃，当然不会，但它也不难吃。反正有很多方式可以去降低住和吃的成本，但油价是没办法改变的。对，油没办法改变，那就吃和住。所以我这趟旅程应该不超过15次，和不超过10次住超过1000块台币的地方。这么少啊？1000块那是对我来说我不可以接受这个数字。对，然后费太高了。等到欧洲，你有很多地方也没有办法。在欧洲西欧的话是基本上青年旅馆就超过1000块。青旅也不一定，比利时有些好。那我那时候做法就是欧洲有那种摩托车社群网络。对，它是一个网站，然后你可以，它就是专门提供人家住宿。它专门提供会的感觉，长途摩旅骑士住宿。然后他们去别的地方也会去别的地方住，但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家提供给其他人。对，然后尤其是我这种就是一定是长途摩旅骑士嘛，所以我就联系他们，他们有联络方式，然后说几点到啊，然后那时候就很多这种方式，或者是一些网络上有些开始人会，像我去法国巴黎，我在克罗埃西亚遇到一个女生，青旅换一个女生，她说如果你有经过巴黎，你可以去住我家，然后我后来去住她家，然后跟那时候他妈在，然后我去那边待了2-3天，对啊，然后去英国有一个土耳其人联系我说，我们有个车库，你可以安全停车，但它是个修车厂，但里面有个休息室，就像台湾的工厂，对，有一个小地间，然后这个小房间，然后我就在那个沙发睡了3-4天，我在伦敦到我时候睡3-4天，然后去探索完那些小地方，那再回伦敦，所以睡了3-4天，然后再回来，所以有很多这种人，他们会
为他们想说你都骑这么远了，然后他们很多都会帮助你。对，因为你想看，如果在英国我待20几天，英国很多都是一天要4、5千的。对，没错。你住下来可能就是超贵，超贵，绝对没办法，就没办法，我会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开销，但就会碰到一些这种人。然后你说，其实啊，对我的旅程是对于睡有个沙发式享受，因为我会在0度，然后搭个帐篷，然后睡觉，所以有个沙发是一个享受，然后其实有个室内空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享受，因为我可以遮风避雨，然后我不用担心有什么狗或者是什么来野生动物来，就是我可以睡到醒，然后我不理任何噪音。对，没错。所以对我来说，你给我一个车库，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的地方睡觉，因为我是在密闭式的空间睡，那个沙发对我来说是享受，那有暖气，那有床，那就是不用讲，就是5星级 VIP， 就是这个旅程对很多人来说，金钱是一个阻碍限制嘛，但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你真的想完成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克服的。我觉得无论是金钱还是你自己要去完成的行动，什么之类的，你只要展现出你的意图和你的想法，就是最后透过网络社群传播下，就是会变成就是天助自助者啦，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帮助你自己想要独立完成的人，就是你真的想做这件事情，我碰过还有比我成本更低的人，那他有很多欧洲人比我成本更低，他们的做法就全部都是自吹，然后欧洲甚至有时候我会去营地，然后他们可能也不去营地，因为营地要钱，他们就是找地方搭野营，那个他们的接受度要很高，对，然后就全程野营和营地，然后他们骑比较小的摩托车，所以耗油不会这么高，对，可以更省，这就是你要。他们应该是速度换来的吧，因为他没办法一天跑太远的事情。他也可以跑远，但就是主要是你睡觉的地方。我可以分享，我在土耳其，我33天有7个晚上睡加油站。加油站可以睡。加油站，我的方式是可以睡，很多国家都可以睡，西欧没办法睡。对，我就是去一个城市，好，我去城市，我看到如果他没有低于600台币的住宿，我就去这个城市之外加油站，骑5公里之外你可以看到加油站，那就是很少车流量的地方。对，然后我就是说，我就骑进加油站，然后他就看到我就用 Google 翻译跟他说，我找不到住宿，其实有，但只是太贵，我不想住。我可以在这边那个角落搭帐篷，然后我去的时间都是天黑嘛，对，他们觉得没什么，因为对他说没什么成本，对，然后你一个人骑个摩托车，然后你是外国人。那个外国车牌就知道你应该从远地方骑过来，好，你就去吧。反正我看起来不像坏人啊。对。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加油站是最好，因为第一个它是免费的保全。对。它不用保护你，可是有一个人在那，人家不太敢去干嘛。然后它有监视器。对。它有厕所。对。然后加油站都会有一些小便利商店。对。所以你要买吃的也可以。对。所以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安全的安全还是方便处理。对，然后。土耳其的接受度很高，然后我透过这样省很多成本，反正你学到了这些点。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就去问他可以就可以，那我发现他几乎整个国家都可以。所以去加油站露营是个方式。然后就是只是要找在城市之外的地方，边缘的地方，就车流量比较少，他们容许度比较高啦，比较有人味。对，就反正他也没什么人嘛，然后。城市的就不要，怕你可能是什么奇怪分子。对。所以有很多方式是，如果说你去一个乡村，你说你这个空地可不可以露营？90%的人我没有碰过拒绝的人。就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也看得出来你不是坏人啊。他只要知道我不是坏人，不会对他造成麻烦，他就不用对他造成成本，反正就是有一个人在那边。对，他就愿意让你住在那。所以很多。就是要省钱，这方式其实是主要是看你想不，就是我觉得金钱的阻碍，你当然要一定的金钱，但是不能用度假的心态去看待长途摩托车的磨砺。对，然后物质条件一定要降低。对，物质条件，因为你像我，有些人出去，他是想住好饭店，他是想吃好东西，这带给他快乐。对，这是一种模式。那对我来说，那个东西。
不是我的快乐，我的快乐是我骑去山区，对，我看到的风景，然后我骑摩托车带来的快乐，然后我跟当地人接触，我看到很新奇的人，很新奇的想法，很特别的生活模式，跟我不一样，那带来给我很大的快乐。对，所以吃和住带给我快乐。你说吃好吃有快乐有，但是那个东西，其他东西，风景、当地的人，还有全新的位置，那个快乐带给我更大，所以我已经获得满足了。对，你选择是那样子的精神满足，我的精神层次满足，我已经非常快乐，所以我的住房，你只要给我你给我一个屋顶，我就觉得很满意。对，你只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生活需求就。对，我的帐篷我可以在那边搭，然后不用担心下雨，我就很满意。然后吃，你给我个面包，它巧克力面包或什么吐司，然后我自己有带果酱，我其实就很满意。就生活所需我都变到很低的成本，然后因为我其他东西带给我很大的快乐，我不是靠物质带来的快乐。OK， 然后接下来你在拍摄时间的隔天就是你在桃园的见面会嘛，那你在台南，然后你在台湾还会有没有其他见面会？我觉得就是看大家的反响，或者大家可以在你的 FB 啊，或者是 Instagram。等我有工作后就比较难了。对，有工作这一就要趁现在，或者是在我这个影片的最后的留言区，看有没有人觉得说哪里的场地或哪里那个中南北部哪个县市区想要，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再提出来的。因为等你有工作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去特别做这个了。就那6日也可能可以啦，当然我觉得趁现在你还是保有你那个无业游民啊。对，应该说你还是保有你那个刚结束完旅程的那个状态下去做分享会，我觉得是更好。对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看怎么办吧。那要工作，车子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去泰国，或者你接下去纽西兰骑车，然后分享会和你这些种种的，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你怎么玩。然后你说你会在台湾比较一个人去玩摩托车，也不会太去跟太多人一起骑车那样子，我觉得那也不错。但就是用你之前的方式去探索台湾的一个过程。对啊，所以我们期待你可以在台湾也传出一些内容，但我觉得就自然顺畅就好，因为当然是想要看到你最纯真的样子，而不是你变得太过于为了别人观感或为了流量而骑车，我觉得是这样。对，好，所以今天感谢你，并 ，Yeah， 那我们就下次见。好，对，拜拜。拜拜。